运博这场赛事基本上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 Master 的一些中高年龄的人，游泳选手，还有一些小朋友啊，有些小朋友他们对自己的自信图心不够，或者他们刚开始练习，那这个比赛就很适合他们初阶的一步一步的往上面提升的一个比赛。参加社团之后，就认识到很多，就是里面有可能以前就有练游泳的一些游泳选手，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学游泳，然后跟他们一起操练，然后才觉得游泳比赛很好玩，然后才开始参加游泳比赛。因为姐姐之前也是游泳队的，她游得很快，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也加入游泳队。我以后的梦想是当奥运选手。那后来我回来游泳之后呢，彻底的改善了我的病况，然后我也在这个游泳的乐趣中得到一些成就感，参加各种大小的赛事，让我在赛事里面可以得到更多的荣誉。这是我第2次参加这个运博杯的比赛，第1次是我个人赛，是我第1次比100米。然后我记得碰壁之后就是完全没力，就是我上岸之后是连手表都戴不起来，那个感觉到现在都还很有印象。这是我参加运博杯的第2次。那我这一次呢，特别是跟我其他队友也一起组队参加，就是希望可以跟学长姐一起努力的达成任务、达成目标。这是我第3次参加运博杯，上一次的比赛我已经先拿到5面金牌，只差最后1面金牌了。可惜的是我们团队默契不太好，希望这一次团队默契能更好、更进步。那看了上次的参赛影片，我发觉我的自由式每一次都在换气，就是很菜鸟。不过那时候也是刚学游泳，所以我今年的目标就是希望说我可以做自由式上面的成绩突破，然后50米大概就换4口气吧。就是要打破自己的最佳成绩，然后全部都要是金牌。这是我第2次参加运博杯，那我这次有报名了100公尺式，希望我可以顺利完赛，然后能够拿到这次的冠军。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抱持着严肃的态度，然后呢，愉快的心情来参加比赛。因为在室外，所以天气比较热，就大家多补充水分，然后快快乐乐来比赛，享受比赛的过程，然后快快乐乐的回家。2025 Limex 运博全国游泳锦标赛10月4号、5号一起下水，永向目标，耶！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看2025年的运博杯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我们今天是在10月4日的周六上午，要来为各位送上一连串的转播。那当然看到来到台北市的青年公园运动休闲园区这个游泳池，真是一个风光明媚的上午。那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的是海燕晨泳会的教练高义军，为我们各位带来赛事的讲评服务。高教练您早。你早。对，那我们也看到，如果对这个运博杯有兴趣的观众朋友，肯定也看到了赛事的宣传影片。那高教练在里面也分享了对于这个赛事的看法。那我们也听到，就是包括这一个项目，除了是分龄来进行赛事以外，让选手们可以报名自己相对应的组别和这个实力还有年龄相近的选手来抗衡。那教练当时也有提到说，就是适合一些可能中年或者是长者，让他们有一个挑战自我来参赛的机会。那毕竟海燕晨泳会可以说是用这个场馆来作为平常训练的场地。那可以请教练来简单谈谈这个整体的环境，还有对于这个运博杯这项赛事对于选手们的意义吗？基本上在台北市，如果要能够找到一个50公尺的标准池，而且又一个室内一个室外，其实不是很容易。是。那我们早泳会在这边练习呢，冬天就会以室内为主，然后夏天就会以室外为主。那这场比赛因为从8岁级一直到年长者，对，所以其实蛮适合全家一起参与的一个活动。没错，而且这一个周末中秋连假，那2天的赛程大概有将近200个小项，等于一天大概就是从早比到晚。对，整个主办单位真的也是用心良苦，分龄分级，那也分了相当多的组别。我们也看到，首先要登场的将会是男子组的8岁以下100公尺的蛙式。那
大概就是小学低年级的这个年纪，也看到小选手们都已经在自己的甬道做准备，即将要展开今天的第一项赛事，也是本届赛会来打头阵的这些小将们。没错，特别是第一道的是许德恩，那第二甬道则是郑义宏，第三甬道王玉兴，第四甬道刘恒新，第五道是尤杰安，第六道赖彦成、王浩平，还有第八甬道则是李志廷选手。现在看到比赛是正式的开始。好，那更正这个应该是200公尺自由式的项目，对，那一样是8岁以下级，所以确实都是这些小朋友们看到，在一开赛差距就比较拉开。但请教教练，就是其实8岁算是刚接触这个游泳运动的年纪嘛，那通常这种小朋友们程度上的差别会大概是什么样的差异会展现？像目前看到就是实力比较明显的落差。基本上在小学阶段啊，其实不是比年纪，是比年资。是啊，那可能8岁，他可能5岁、6岁开始学，那他可能就相对的程度会稍微好一点，会稍微快一点。那可能有些刚开始学了半年，他就来挑战自我，对，那他的程度可能就稍微差距比较大一点。不过我觉得这是小学阶段，等到了国中、高中，其实才是真正的实力的展现。没错，所以看到，因为是200公尺的项目，所以就要来进行3次的转身。那现在很明显的，就是在中道的选手现在是很明显，从一开始就是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些小朋友啊，基本上只要把姿势做对，其实动作速度就不会太慢。是。那当然，自由式也是算是所有4项当中就是速度最快，那也算最好上手。大部分应该是算游泳第一个接触到会的游法就是这种蝶式。对，应该来讲，正规游泳，如果小朋友开始学游泳，教练基本上都会教自由式开始。是。那但是如果比如说像我们 Master 成人游泳，他们可能自学的话，蛙式会处于他们第一个会泳的姿势。对。那因为自由式比较轻松，然后速度又快，所以它是所有的4个动作的一个基础。你要练心肺功能、练体力、练有氧，都会以自由式为主。看到第4道的刘恒新，的确在就是报名进到名单当中，他的成绩就是所有这8位泳道的参赛选手当中最好的，是3分05秒。那很明显，在这场赛事也看到他从开赛就是处于领先的地位。不但如同教练也提到，就是这个年纪可能胜负是一回事，能不能够不断的挑战自我，那刷新自己的个人最佳，对选手们个人而言也会是一大的肯定。是的，这样在后面落后的小朋友也不需要气馁啊，因为刚开始学而已，是自己跟自己挑战，的确跟自己比赛就好了。8岁组也是在运博杯分领这锦标赛当中最年轻的组别，所以可能有些小朋友也是第一次来比这种正式的游泳比赛。没错，的确看到就是刘恒新选手率先的触墙。那在第7泳第8泳道的李志廷，就是在这组的第2。那这个场地对这些小朋友有一个小小的挑战，就是它水很深，它有2米多的深度，所以跟他们在学校游泳池练习起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北市的大同国小也是。去年在运博杯真的是收获颇丰的一支强队，现在看到还在等待其他到的小朋友要来游向终点。没错。那当然8岁以下的200公尺自由式就是这一组的8位选手，紧接着同样也是200公尺自由式的项目，则会是9到10岁级。虽然这2个比较晚到，但蛮精彩的。那通常这种小朋友在就是像刚刚这么接近的时候，他们在游到接近终点的时候会注意隔壁道的对手。对，
还是希望可以争个高下。对，这些小朋友，你问他累不累，他就跟你讲我好累，我不行了，都5分钟之后全场跑。我们那个成人上来，你问他累不累，累，然后他可能是躺在那里已经不能动了。有听到宣传影片的选手也有说，游个100公尺蝶式就已经算是达到自己体力的上限。没错。现在看到第3道的王玉兴，现在是完成了他这一趟的比赛，那就代表在第一个项目8岁以下的200公尺自由式是告一个段落，接着将会是下一个组别要来进行。然后这一组是没有满员，只有3到6道有选手。是9到10岁级的200公尺自由式，总共有分为3组3组式，因此是大约20位的选手参赛。好的，进行的是第2项。通常10岁以下及9岁、10岁，其实就是初学的小朋友开始可以比赛的年纪，对，所以相对的人口也会比较多。在第4跟第5道的徐慕恒还有徐江晴2位选手是相当的接近，不过当然这还只是在比赛的前段而已。那至少就观赛的体验来讲，看起来更有刺激感。那这2个还是同一队的队友，同样都是来自于2势力的代表队。没错。那通常就这个年纪小朋友在就是不管是平常一起训练或者是比赛，会有这么强的竞争性嘛，就是心态上会，而且小朋友的比赛，以我的经验啊，他们就是跳下去就开始敲了，是从头敲到尾也不会累。对。那如果开始慢慢走到精英，就会开始讲求配速，讲求他的一些技巧、一些策略。的确，他们在就是报名成绩，其实就是200公尺的项目是只差20秒。那今天从目前比赛前段的确也是不相上下，所以其实这一些大概报名进来比赛的成绩也是有一些参考依据。没错。选手整体个人而言，应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落差通常也不会太大。没错，如果当有一些赛事你可以自己填写你的秒数的时候，其实报名策略也是很重要的。你预估你会排在你的对手哪一个位置？比赛的时候2个人竞争，其实良性竞争会出好成绩。现在看到进入最后一次的转身，是让是徐江晴跟徐慕恒之间的较量。但是从教练提到，大概这个年纪的选手都是一路冲到底，他们会到最后一段还有加速的可能。没错，是。我们等一下一直看下去，你就知道。的确，这还只是今天上午的第2个比赛小项而已。真的一场比一场还要精彩，而且明显的确差距已经逐渐的拉开。目前看起来，刚刚瞄了一下秒数，他大概3分内也许就完赛了。第5道的徐江晴，这次缴出一次精彩的成绩单，因为其实他的报名成绩是比隔壁道的徐慕恒还慢了20秒，但是整场比赛他是一路领先到最后，至少在这个200公尺自由式9到10岁组的分组当中他缴出了一个应该是令自己满意的结果，2分43。大大的刷新自己报名成绩将近快要1分钟的速度。不晓得他的最佳成绩是什么啦，但是至少在上面看起来是进步了非常多。没错，就这种游泳选手的人，他们平常就是每一趟，然后记录自己成绩，就是会希望能够突破自我。没错。那当然，小朋友在比赛的过程其实是蛮有成就感的，因为他不断的会长大。是。他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是9至10岁男子组200公尺自由式的第2组。看到这一组的4位选手已经陆续的都要完成这一趟的比赛。最后第6道林千诺也出墙，看到这是参考成绩。对吧？当先的是徐江晴，上刚第5泳道得出来2分43秒左右。紧接着将会是9到10岁组200公尺自由式的第2组。
我刚刚提到这个项目总共有3个3组组别，是。那当然，我们的高军教练也是会为大家带来前3个项目。那自己其实也有报名3项要开下午初赛。那这2天上午都先担任我们讲评工作，也是非常感谢高教练百忙之中，先看到这一组，哇，明显又是有很高的竞技水准。真的也是如同蒋明老师提到，就是一开赛就是冲到底，那很明显的就拉开跟其他对手的差距。对，你不知道这些孩子的到底有体力可以到什么程度，真是潜力无限。对。第4水道大同国小林泽安，这一组的8位泳道的选手当中，将近一半是来自于台北市的大同国小，是相当知名的游泳强校。去年也是运博杯的常胜军，先看到哇，很明显就和其他的对手有拉开领先。不过其他的7位选手其实表现还是相当接近国中之间。没错。赛事第2的是第2水道大同国小。现在林泽安已经把其他选手都已经甩在画面之外，他已经要进入到第100到150公尺的阶段。其实这个200公尺，教练如果要开始慢慢要让他们学习开始配速的时候，要去分析他4个50每一趟的时间大概差距在什么地方。是。那通常大概是学多久，教练会开始就是进入到这个？其实我觉得慢慢接触到11、12岁级，如果以我们全国赛来讲，11、12岁级就会开始有400，比较长的项目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去学习做配速的动作。其实现在看看这个林泽安小朋友，其实跟我们倒带回去1分钟前的那个滑屏的频率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明显看得出现在可能体力稍微有点负荷不了，但是当然他已经要进入最后50公尺，再坚持一下，如果没有意外，他应该还是能够收获这个分组第1。没错。不过这个时候如果在旁边再给他放一个小孩，他速度就上来了。只要有这个竞争性的话，对，至少还是会燃烧一下自己所有的能量，燃烧他们的小宇宙。没错，现在看到林泽安现在大概要进入到最后的25公尺，即使现在频率明显比前100公尺降低许多，但是他还是表现出他相当稳定的发挥。在报名的时候是3分钟整，是这一组所有选手当中相对突出，所以才被排在第4泳道。完赛，现在就看其他水道的小朋友们的发挥。第2道一样是来自大同国小的陈诗宽，有机会是第2位来抵达终点。好奇请教教练，就是我们看到画面上大概右半边比较多阴影，这跟左边都是就是照太阳的这个水温会有很明显的落差吗？还是水温不太会有落差，但是视觉就是太阳光照到眼睛是看不太清楚的。是。不过其实我后来发现，以我自己的经验，基本上我的蛙镜是看不到太大东西，我只看到黑线，我就觉得很满足了。结果我换了一个新泳镜，我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看得到的。我本来以为在水里面就只有黑线。所以通常是自己凭感觉，就是一直往前游，只是看到黑线就是。哦。这组的冠军没有上一组来得快哦。是。但是至少他是比自己缴出的报名成绩3分钟整还快了一点点。没错。某种程度上应该也是算有突破自我。没错。那其他位选手也都大概在4分钟内。那最后第7水道的吴承赫也完成了这场比赛，来自海燕，也是算是教练熟面孔。那在第2组完成比赛之后，现在是9到10岁级200公尺自由式的最后一个小组。那这一组当然相对的成绩几乎都在3分钟以内的实力。没错。看到跳水之后，现在大家展开高强度的竞争。9至10岁200也看到第6道的杨丽小朋友是同缺。那其他7道
的其他选手们显得来较高下。其实仔细看一下，你只要看到这个小朋友的身体跟屁股是浮在水上的，速度基本上都不会太慢。那这个算是就是最基础的嘛，就是算一接触游泳，教练开始教就。对，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以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把动作做正确，比叫他们滑快来的重要。基本动作，一旦养成习惯，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有好处的。不过相对的，如果他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其实等长大以后要改就会比较难。又是展现了两强对决的一个态势，同样竞争是相当激烈。第4道是大同国小的欧阳靖佑，第5道则是代表运博来参赛的王凯威。那通常就是除了像海燕是用这边当训练场地以外，其他的不管是选手或是民众，平常是只要付费就能够来到这个泳池使用。没错，那当然也有一些租借水道了，比如说像运博的 T 上，他们好像也是固定在这边练习的。看到现在即将要进入到第3次的转身，迈入最后50公尺的较量。看来这一组分组第1一样是难分轩轾。现在在岸上最紧张的就是教练跟家长。这种在他们上面吼了半死，其实里面是游泳选手是听不到的，这是岸上的人自己很爽的。不过当然就是在至少在比赛的可看性上，没错，显得更加的热络。当然，当选手的时候，如果岸上有教练或是有家长在喊授，其实是听得到的，是听得到的。的确，现在就看第5道的王凯威还是稍微快一点点，距离他隔壁的欧阳靖佑，大概就是半秒钟的差距。没错，的确是3组当中，这一组是竞争最为激烈。那其他的泳道小朋友们也是陆续的抵达终点，代表9到10岁级的200公尺自由式项目3组都要正式的告一个段落。然后第5道的王凯威是游进2分半之内，前2名都走比他们报的成绩都快了一点点。是，但是都大概是不到1秒钟的差距，等于是真的这个报名的成绩应该是最近缴出来就蛮准，有达到教练的期望。是，所以通常就是报名比赛也是就当训练的一个检验。没错。那通常你身为教练的话，会给就是大概选手会设定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期待？基本上我们这种阿公阿嬷的团体，其实先求游玩。但是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其实我觉得，赛前的心理建设很重要。对，其实他们会偶尔会让你有出其不意的成绩出来。对。那现在已经是来到了11到12岁级，一样是200公尺自由式的项目。那这一个组别总共有2小组，是12位选手来参赛。这一组是有4位的小朋友。看到率先转身是第6道的王轩瑞，代表是亚洲竞泳队。陈品丽，然后在第3水道则是来自暖溪国小。你知道暖溪国小在哪里？第一次听过。我也是。来自基隆，对，也算远道而来。没错。来到台北市区，那在中秋连假的上午就来进行了这一场比赛。不过其实运动这个项目其实家长的支持、家庭支持非常重要。是的。你看他一大早第一项又要来试水，又要来热身，其实然后又要从基隆来，那个家长不知道几点要起床，而且不可能小孩起床叫父母，
一定是爸爸妈妈一大早就起来，就你要去比赛了。啊，其实我看过很多的例子，很多选手的养成，如果是好的选手，基本上父母亲比选手还累，比选手还累。啊，他可能一大早把小朋友送到学校去，他就去上班了，然后就开始辛苦的工作。小朋友可能下课了回家可以睡午觉，爸妈还是继续工作。对。啊，不管是时间的投入或者是金钱的投入。基本上，我觉得，希望一个选手好选手的养成，不只是责任，不只是在教练，不只在学校，其实家庭的支持非常重要。当然是。那好奇请问，就是像就是像你这个年龄，可能还是接触为主。那如果到更进阶，想要朝精英的选手迈进，大概1个礼拜要练的频率大概要多少？以目前来讲，国内来讲，1个礼拜练个8到10场。是很正常的。对，一场的单位大概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一场。没有一场可能大概就2个钟头。其实看教练的安排，大概2个钟头上下。啊，就是早上一个，下午一个，早上一个下午，看礼拜3早上练习，下午不练习之类的。但基本上就几乎每天都是泡在游泳池。对，那在不耽误课业的情况之下，他们也只能利用上学的之前跟放学之后，所以时间会拉得比较长。是。这一组11到12岁的200公尺自由式4位选手，也是依序的抵达终点。那的确和一开始的顺位差不多，就是第6道的黄轩瑞率先的游完2分33秒。那来自暖溪国小，也从基隆而来的陈品丽，则是3分11秒完赛。当时是没有报名成绩，那这一趟他是游出了分组第2。那当然还有他们同组的其他2位对手，来等待他们到终点才有下一组别的进行。有时候不报秒数也是一种策略，就是他也只能排在，因为他的成绩没有报秒数，他成绩就是99分99秒99。但是如果你实力稍微突出一点，他就会是镜头在带的那个。没错，明显。我可能拿不到前3名，至少我曾经帅过。对，还可以找到自己的精华片段。没错。现在看到裁判员还是非常谨慎了，看到触墙的是第5道的许爱登，他队名秋刀鱼队也是相当可爱的名字。那现在则是要来进行第2个小组，200公尺自由式11到12岁级，现在正式的出发。12岁级男子组200公尺自由式的第2组。那的确看到这一组的报名8位选手，大家实力是相对接近。那的确在游泳比赛，就是越后面的组别，通常成绩相对会更好，那竞争性也更明显的比前面还来得接近许多。没错，因为可以看得出来，这8个小孩比较看起来有经过正规的训练。转身后目前领先的是第5水。通常如果就是一个从完全不会游泳，像现在11到12岁可能接触一段时间，那完全不会游泳要到这样比较正确的姿势，大概会花多久的时间可以达到？是几个月就可以上手的，还是需要？基本上我觉得要学会在水上动，大概我个人觉得大概花个3个月就可以了。是3个月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就是靠时间的累积。其实我常常觉得游泳选手就像一个那个叫什么机师一样。我们机师不是说某某机师他曾经累积的飞行时速有多少，其实你练习的时速跟你练习的里程，基本上就可以代表你最后的成绩。对。不过才到第2趟的这一段，明显就是2位选手在互相较劲。没错，就是如教练提到，真的就是可以成为全场目光的焦点。哇，这个如同前面9到10岁组一样在压轴登场，哇，真的都是强强对决。
那这样就是在刚刚比较6、7道那边的选手，他如果看到旁边道的已经是折返的话，对选手心理会有什么影响？还是由自己的，不用管旁边已经快他大概30-40公尺。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只会有自己。啊，是。对，如果他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他就跟自己比赛。这个是小朋友，那可能在我们这种 master 来讲，可能会觉得我只想活下去，我要继续往前游，把它结束，看到摸到墙就好。对，志在参加，至少能够成功完赛比较重要。那现在也看到，那已经第4、第5道的率先冲线之后，现在第3甬道的蔡浩平，是占据的济清国小。来万华大概半小时车程，比刚刚我们有看到是远道从基隆来的小朋友是相对是市区一点的学校。那当然第4、第5道分别张元硕跟刘晨阳是一路是互相竞争到终点，最后是2秒半的差距，没错，足以显见真的是相当一个高强度的竞争。这个2分半的差距大概也和他们缴出来的报名成绩当时差异不大，对。2个都慢了2秒。还有一个。好，那现在也看到，在这一个200公尺自由式的项目，逐渐要告一个段落。现在就等最后一位，也就是在第1道的黄丽妍选手。现在其他小朋友已经齐聚在第2道这边来迎接他的迈向终点，顺利的完赛。没错，是来自海燕维京人的地主小将。紧接着登场的则是现在年龄逐渐的提高，来到13到14岁，同样一样是200公尺自由式的项目，但是这个年纪的组别是只有1组，而且没有满额，只有2到6道有选手来出赛。目前场中进行的是到13、14岁，这些小孩开始长大了。你看，看起来就像一群青少年，对，开始有点像大人在游泳了。这组同样是有海燕维京人的代表。那好奇请教教练，就是像你们的选手，通常是会多频繁来这个场馆做训练？如果以目前我们主体是那种阿公阿嬷团体啊，他们每天都会来。是。而且游泳池开的，他已经出现在泳池了。对，凌晨6点，5点半他们就会开始下水游泳了，这样子。对，那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们这次小朋友主要就是蓬莱国小为主体啊，那他们有2位教练在辛苦的耕耘他们。但是就是这样，教练就几乎每天都会驻场，那就看小朋友们他们自己。还是有固定的就是课表，说1个礼拜至少来几天。哦，有，然后每天练习的项目内容也都不太一样。好，那也会根据赛程啊、赛制啊，什么时候要比赛啊，做调整啊，什么时候要去做不同的练习，那就是教练他们比较专业的部分。是。这组看起来是也有一点差距的哈。没错，在第3道的刘宣彤选手显示属于领先，这应该是第4道的杨定东。目前领先的依然是第4水道。他这个报名的单位台北市现代5项，我想他应该也是现代5项的选手。是，不只会游泳，算全能，还会射击，还会跑步，还会现在没有骑马了，现在已经没有骑马了，还会做那个叫什么？我是突然讲不出来那个项目。第4项，首先抵达终点的是第4水道北市现代5项杨定东。那无论如何，至少我们看到来练兵，来练兵一下。是，那是一样，是第5道的黄许安率先的触墙。那第3道现在。刘宣彤也是完成了他的比赛。
接下来进行的是提到的第4道杨定东现代5项的代表队，2分07秒08，几乎是和他的报名成绩一模一样。真的，大概就是也达到了教练的期望。是。所以通常一个好的选手，就是他最佳成绩是什么？通常在那段期间呢，应该都可以游出这个水准。理论上是这样子，理论上是这样子。紧接着，现在组别很快的又接上来，不过在15到17岁及18到24岁，因为报名的选手是比较零星一些，所以是并在一起比赛。那并在一起还是有分为2组来进行，就18岁有几组，跟15、17的并在一起出发。是。画面上看到这8位选手基本上都是15到17岁的为主，那6、7、8道则是18到24岁相对年长选手。第7道就是标准的帅一波。对，你知道为什么他有蝶式吗？对，因为自由式就没有限制要游什么。对，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比赛没有200蝶，是，他就拿200字来游200蝶。我想这也是教练给他的一个目标吧，就是训练一下。的确，大概蝶式也是4式当解氧蛙字里面相对最难上手的。那我们就希望他不要中间给我换动作，就200蝶把它敲完吧。是。目前看到现在有蝶式的陈聪颖，第7泳道这位选手前100公尺都是用蝶式来完赛，他跟隔壁道的张英瑞还是在分组的前2，的确还是继续来游蝶式，而且有机会挑战这一组的最佳表现。没错，但是游200蝶是真的很不容易。是，是说以这种可能比较业余的选手而言嘛，还是说就算以职业来讲，就是200蝶算是相对最顶尖的选手在比。应该这样讲，就是说选手他有他自己的专项，如果以精英选手来讲，那有200蝶的选手跟1500的选手、400混的选手，其实这是他的命，他只能认命，只能认命。不错啊，陈聪颖现在还是保持领先，而且已经在刚刚的转身就反超了隔壁道的张英瑞。没错，哇，要用200蝶式来比一下其他有蝶式的好手们。他等一下问他上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蝶式？”他会回你说：“我就不会有这种事啊。”这的确是，我觉得这个回答都太帅了。为什么有蝶式？我就不会有这种事哦。看到他一样是没有交报名成绩的，那这个策略，哇，可能会把其他对手吓出一身冷汗。没错啊，毕竟由蝶式摔一波200公尺完成，而且还是分组第1，相当出色的发挥。当然他隔壁道张英瑞也是因为其实他们都是18到24岁了，比其他在前5到15到17岁的选手更有经验。你看这样敲了2分半，其实还不错。的确，老实说真的还不错。相当出色的发挥，能游完200蝶的都是勇者，也有可能会是这2天当中唯一游完200公尺蝶式的一位好手。没错。那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还没有完赛，在第2道的梁定维。那现在在等候梁定维选手游到终点。那下一组同样是18到24岁的其他选手们就会紧接着来登场。下一组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北市现代5项的哦。是。前面在13到14岁已经见识到现代5项的小将有非常惊人的演出。我现在就看看这一组的6个泳道，其中5位都是来自现代5项的这个代表团，那他们整体在游泳项目的发挥如何？
哎，没有人游蝶式啊，是，不够帅啊。大家还是用自由式来比速度。自由式第2组。几乎都是齐头并进。没错。当然也是来自同一个代表团，基本上平常可能训练或者是自己通常队内会有自己的对抗赛吗？我们基本上就会叫做是教练的测验，那就放在一起来，教练按码表然后测验。大家就是实力在哪里，应该心里彼此都清楚。对。那如果忽然到这种就是感觉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比赛，忽然平常游相对慢的拿到了可能更好的成绩，这样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彼此最了解彼此的实力在哪里。好，你看这个黑色泳帽跟白色泳帽，黑色泳帽它可能的策略就是我就跟着你游，是，最后再冲出去。对，我就跟着你。那白色的可能就想说我不要让你跟，对，或是他们以前他们在学校里面或者在俱乐部里面练习的时候，他们两个可能就是各自带头在练习，他们可能是两个双箭头之类的。的确，这4、5道的曾兆佑、曾兆子勋应该是兄弟档，他们平常就是缴出来的报名成绩就只差1秒啊。很明显，在比赛的过程，的确也是这一组最突出的2位好手。实力也相当接近啊。但是以这游泳运动来讲，会有实力好的选手故意藏招嘛？就是到这种比赛，如果有预赛、决赛会有，对。曾兆佑廷跟曾兆子勋呢，还是大概就是稳定的发挥。例如他们在报名时缴出来的成绩，也就是相差5几，只差了0.06。没错，虽然是比自己缴出的报名成绩可能慢大概4秒钟，但是至少临场几乎就是同进同出，一起下水。那到终点的时间也相差不多，看到其他泳道的好手们也陆续的回到终点线。那当然，赛前也提到，这2天的赛程大概有200个小项左右，因此真的比赛是马不停蹄。现在紧接着要来到下一个组别，同样是200公尺自由式，那不过现在是25到34岁以及35到44岁的选手们并在一起来出赛。目前场中进行的是第6项25至30岁及逐渐来到了中年的组别壮年，大概35、44岁壮年的年纪。3至8水道为30。这组只有在1、2泳道的选手是相对年轻的25到34岁，其他都是如同教练提到的壮年选手们，大家都来尝试突破自己的个人最佳。转身后，目前25至34岁及领先的是第2水道亚洲竞泳许哲玉。在第2的是第1水道泳将魂谢佑霖。像第1水道、第2水道以前也都是所谓的精英选手。是。35至第1道是代表泳将魂的谢佑霖，第2道是亚洲竞泳的许哲玉。简俊哲。再至于第2的是第4水道中正欧菲里陈彦。当然，我们泳将魂的选手高建顺也是这一次算是赛事的宣传大使之一，也是状元过去有拿过金牌好手。稍后我非常期待高建顺选手的表现。没错，那当然在他出赛之前呢，他稍后也会来担任我们的赛事讲评。没错，现在高建顺选手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 role model。是。对，不要计较身材，还是游得很好。没错，而且网络上也有不少他在示范一些基本动作的教学影片，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来讲，可以当做一个观摩。现在看到这一组一马当先是在第2道的许哲宇，教练提到过去也是精英等级的选手，那也是在这组
当中有8位选手里面，相对就是体力还有年纪是大概还在巅峰。没错，就是率先的游到终点，第1道的谢佑霖快要完成了他的这个200公尺自由式的项目。那紧接着其他都是35到44岁的这些好手们。第3道的简俊哲看起来应该是，就是在他差不多年龄层的选手当中比较快的一位。许哲玉刚游了2分内。啊，的确，1分58秒78。接着进行第7项45至50岁级男子组200公尺自由式。到的好手们也是陆续的完赛。看到现在参考成绩在画面的左下方，唯一游进2分内的就是刚刚提到第2道的许哲玉，代表亚洲竞泳。那当然7、8泳道同样是他的亚洲竞泳的队友们。现在则是看到第5道的肖立洲和第6道的严福成，也是要陆续为这场赛事来画下句点。随着200公尺自由式的项目在男子组部分逐渐要步入尾声了，现在来到年龄是45到54岁的这个范畴。没错。基本上我觉得从这一组开始就是一个分界点，在之前的年纪是会越游越快，啊，我们会期待这些小选手、精英选手越来越进步，啊，那从这一组开始呢，就是不要退步就是进步。那就是好奇请教教练，如果就像这个年纪的选手还会想来就是报名这种比赛的动机会是什么？自我的挑战是，就其实这些 master 的选手，其实他们对游泳的热情啊，我自己觉得比这些精英选手小朋友来得高。那他们会更专注在他们的训练的时间，因为这个是代表他们自己想去做的事情。那小朋友可能是老师说要练习，教练说要练习，他就去了游泳池。但是 master 的部分呢，他们会知道我需要什么，我想要什么，他们会很珍惜练习的时间。对，然后在不管他动作上啊，或者是课表上啊，甚至装备上啊，都会非常的精进。所以他们还是会为了比赛来，就是上课受正规的训练这样。对，他们可能会在外面有团课啊，然后或者是说看一些影片啊，或是来找一些教练啊来上课之类的。对，所以不见得是像就是说教练刚刚提到更年长，他们是可能一大早来游泳池这样当社交，他们是真的会想为了比赛来精进。会，就像我们的早泳会也会，就是要比赛了，要训练了，要练习了等等之类的。我们早泳会的给息也很多。那通常会用哪一些的，就是可能算是训练的辅助来帮助选手？像基本上我们会用什么滑手板啊、蛙鞋啊，这是浮板啊是基本的。那我们也会有什么拉力绳啊之类的，就是赛前会去拉绳子啊之类的。对，精英选手的对规格。现在的确已经看到200公尺已经逐渐到了最后的30公尺左右。他们没有在这个上来。第7项4落切依然由第6水大个人参赛 JVC Butt 以及第7水大这组你看这2位也是竞争的非常激烈啊。是，的确就是虽然说成绩是一回事，但是如果能拿到分组第1的感觉肯定不一样。没错，而且他们只有一组。分组第1就代表是称霸了45到50岁4岁级的这个200公尺自由式。第7道的李明熙比他隔壁道的 David Bott 稍微快一些。那其他水道的选手们也陆续完赛，包括刚刚看到第5道李世强，还有第8道的赵俊业。
其实我们看我们的比赛的这个名称叫做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在45岁级李明喜先生，我们可以说2300万人口里面的一半的男性里面的45到54岁级，他是200公尺自由式全国最快的。的确，没错。刚刚展露无遗，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还有一位蝶式，就跟教练讲一样，就是要来帅一波了。帅一波，帅一波！第3道的郭厚祥，啊，跟他隔壁道的陈艺文同样都是来自同一个俱乐部卡拉蒂竞泳队。他用蝶式完成了这200公尺，这可能也是上岸我就不会有自由式哦。无论如何都是赢得大众的目光。还有第1道是在海燕维京人代表队的蔡清贝选手，仍然是来朝终点迈进。就认真请教，真的会有蝶式，反而不会有自由式的很多嘛？我基本上不太会有这种人。其实很多的我们 master 的在选手，他们从事游泳这个运动，主要他也是同时在从事铁人三项，游泳是他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我都常常在想说，会不会有人比铁人三项靠1500公尺的蝶式回来，再骑个脚踏车，再跑个步，那也是帅一波啊！是，的确，哇，这个体力跟心肺的功能真的绝对不是常人可以比拟。现在来看到是在男子组的200公尺自由式项目当中最后一个组别，15岁以上的4位好手们但是有1道是从缺。所以现在看到分别是第3泳道张华德、第5道的詹耀郎，还有第6道方中仪选手。去看到5、6道的2位亚洲竞泳的队友们是游得非常和谐。那第3道张华德基本上都是进无秀。就如同教练提到，在这种就是这个年纪的组别，可能成绩不是最看重的，至少能够顺利完赛，绝对就是一大肯定。没错，不要退步就是进步。在这比赛的第1个小时我们陆续从小朋友刚学游泳到现在，陆续也是看到大概泳龄可能都超过自己年龄的一半了，但是还是很热爱游泳这项运动。没错，还是选择来报名这种正式的比赛，挑战自我，或者是跟其他人来竞争。我们不知道这次比赛有没有那种祖孙就是3代一起来比赛的哈。是。那个8岁级的爸爸来个30岁级的，爷爷来个55岁以上级，我觉得逻辑上是很合理的。的确，哇，去年我们也看到，也是的确有西家带眷一起来报名比赛的这种就是爱好游泳的家庭。我目前有看到就是家长带着小孩的，是，目前还没看到带着阿公的。如果祖孙3代都一起来参赛，绝对是成为佳话。没错。我们看到不知不觉张华德选手已经是要来到最后一趟。其实场上的3位选手都是代表亚洲竞泳来出赛。张华德明显的就是实力更好一些，在55岁以上的这个年纪，还能够稳定的发挥。4趟的50公尺基本上速度都没有掉太多。那我们稍后看一下他大概参考成绩怎么样。整体而言，他就是稳定的发挥，就完成了这场200公尺的自由式比赛。至于也看到岸上已经有又是小朋友，而且是小女孩们已经要准备来登场，因为是200公尺自由式，接着要进行女子组。在现在这2位选手稍后抵达终点之后，将会是8岁以下的女子组200公尺自由式项目要来进行。
看到刚刚的彰华的选手是2分39秒24，那至于第6道的方中仪，则是在3分21秒9。那他的另一位队友詹耀郎也是在2分25秒内完成了比赛。紧接着就是8岁以下的女子组200公尺自由式的项目，只有一组，共6位选手来参加。那同样是有包括2位来自海燕维京人的选手，以及台北市的大同国小林晨云是在第4的泳道，报名成绩3分15秒，跟他隔壁道的吴妍珍第5道的这位选手算是相对突出的，预期会比较精彩的哈。没错。在第1趟的50公尺，我们可以看到第3道的曾心宁，还有第4道林晨云暂时是处于领先。林晨云明显看起来还是稍微好一些。那不过当然又回到如同教练前面提到，这个年纪真的比的就是看你学游泳学多久，对，就会比其他人还好一点。不过这年纪最主要是要保持他们对这项运动的热忱。他可能希望他是每天眼睛张开说我要去练习，是这种感觉。如果是我妈叫我去练习，我教练叫我去练习，这种就他可能到了一个瓶颈，或是到了一个，譬如说他要升国中了，他可能就说我不要练了，我觉得游泳对我来讲不是一个他觉得有兴趣的事情。是，对。那像这是8岁以下，基本上就是小学低年级，甚至有可能还在幼稚园的大班。那就是没有了，7岁就读1年级了啦。但是就是像就是要怎么样，就是在带小朋友学游泳，要怎么样让他们克服就是怕水这件事。如果他觉得泡到水里就很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先玩水，就先玩水。其实你可以慢慢看到很多顶尖的游泳选手。他可能他爸爸就是一个教练，妈妈就是一个教练，他从小也没跟着练习，他就在旁边玩水，玩就泡进水里，对，对。先保持这个乐趣，就像我之前有讲到，就是说我们运博就是给他们一个有一个表现的舞台那他们参加比赛，有个目标，说在比赛让他们觉得紧张，这是好的。他们会有更好的发挥，对，但是呢，也不用说太过的，就是你比赛你一定要进步，你退步1秒我打你一下。以前那个年代有，但是现在基本上都爱的教育，骂不得，打不得，碰不得。是。的确看到第4道林晨云呢，如同他缴出来的报名成绩，的确就是相较其他选手更加的突出。是一路领先，现在又是要成为场上唯一的焦点。现在镜头带到，他前面是海阔天空，没有其他的对手。没错。虽然只是8岁以下的小女孩，但是至少游泳的姿势还算相当的标准。没错。在200公尺自由式也正式的触墙，稍后可以来看看是不是有突破他报名的3分15秒，游出更快的表现。姿势看起来不会很奇怪的，基本上速度都不会太慢。那他隔壁道的吴妍珍，虽然报名时也是缴出3分15秒，但是在这一场比赛，和刚刚率先触墙的林晨云有段差距。但无论如何，还是就是在8岁以下的女子组当中第2个完赛的选手。刚刚则是第3道的曾心宁也是抵达了终点，紧接着第6道洪英山，还有第2道的蔡佩欣也快要回到了终点当中。我们看到刚刚第4道的林晨云是3分10秒74，的确几乎是进步了自己个人最好的表现，有5秒之多。那至于第5道的吴妍珍则是慢了一些，他的报名成绩3分15秒，但是这一场比赛是游出3分25秒左右。
那当然，其他的选手们也是依序都有抵达终点，现在就等最后一位，也就是第7甬道的高安佑选手，也是完成了比赛。那就代表8岁以下女子组的200公尺自由式正式的结束，紧接着上升一个级别，来到9到10岁。其实讲到这个报名成绩哦，其实慢慢，以国内的赛事来讲，基本上都会有 database 会连线。譬如说我选择我报200公尺自由式，它就会跳出你最快的成绩，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填。对。那如果以目前来讲，以国际赛一样啊，比如说世界锦标赛，它是有一个参赛标准的。是。你过了，你要譬如说我要把你报名，我把你名字 key 进去报这个项目，你的成绩跳出来，你就会知道你能不能达到那个参赛标。达不了，你还不能报名。你不是说我自己想要，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游得很快，我就填一个秒数，这是不行的。哇，如果没有限制的话，大概可能1个礼拜都比不完。我就自己填一个很厉害的秒数，然后去奥运帅一波，跳下去烂掉这样。的确，2个月前的新加坡世锦赛看到，哇，真的算是水上运动的盛会。游泳项目光有限参赛的资格就得比1个礼拜，何况如果像这样提到，大家自己都想就是到这种最高殿堂来挑战，对，自己填的就不太行了，是可能会比到天荒地老。那现在看到这一组200公尺的自由式，哇，女子组的9到10岁一样是有明显的差距。树林竞泳俱乐部分别是排在3、4甬道，那第4道的李磊乐是稍微好一些，目前看到他是在他的队友王心柔之前。想好奇请教教练一个比较基本问题，就是通常游泳比赛在排成绩都把成绩好的排在中间的甬道，这跟就是在比较两侧甬道就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就是说对选手比赛的影响。其实要看个人像这次世锦赛，你看秦海洋那个200蛙被排到第8水道，我不晓得他是故意的，还是搞不好他心里很差，觉得说哎呦差点被扒出去，然后最后就是我躲在边边，我拿了世界冠军。对，那目前来讲，大部分选手也会以在中间水道为荣，大部分是。那的确还是如同缴出来的报名成绩，这一组最佳的蔡磊乐也是率先的出墙。第3道的王心柔同样来自树林竞泳俱乐部，这是第2位的抵达终点。2分35秒是蔡磊乐游出来的成绩，2分42秒76则是王心柔。都和他们自己交出来的报名成绩相差不多。至于刚刚看到第1道李杰飞，2分47秒07则是游出在这个组别当中的第3。当然9到10岁级就只有这一组，因此游出这一组的排序就是决定他们在这个年龄层大概的实力排序。播报台这边有拾获一张信用卡，请遗失的来宾或者选手至播报台来领回。当然，这种分龄锦标赛2天总共要进行将近200个小项，对主办单位真的可以说是也是相当浩大。但是对选手来讲，其实就是场上这几分钟可以来实现自己这个竞技水平的展现。对裁判老师来讲也是非常辛苦。当然，的确都是从上午的8点半准时开赛，但是裁判不可能8点半才到现场，因为得提早来准备。包括这一连整天，真的必须给这20-30位左右的裁判老师们致意。现在看到第7道的张祖宁也是回到了终点，就代表这一个项目在这边告一个段落，紧接着将会是11到12岁级的女子组200公尺自由式。场中进行11项是11至12岁级女子组200公尺自由式。不过
看到第3道的郑雨晴可能蛙镜刚刚没有带好，稍微停下来调整一下，就继续回到比赛。基本上，如果以规则来，自由式是倒还无所谓，但是如果有其他的什么蝶式啊、蛙式啊，如果你停下来再调整你的蛙镜，但是你又同时在前进的话，它基本上就犯规了。是，所以你就只能站在原地先带好，才继续往前。哦。但当然，如果在高强度的比赛，可能就因为这个小失误，大概就会影响。没错。其实包括精英选手那些世界级选手，他们也会有蛙镜掉下来的时候。那一般人会选择就直接把它玩到完。是。对。第5水道，树林义勇俱乐部吴佳颖。再是第2个是第4水道，海燕维京人关慧欣。再是第3个，所以第3水道，海燕维京人。但是好奇请教，就是蛙镜是强制性的吗？还是可以说就是你都不带泳镜下场比赛？可以不带，可以不带。现在刚刚看到选手们陆续都要来进行到第3趟的50，现在是第100到150公尺的这个距离。那第5道的吴佳颖目前是领先其他的对手们，又是一位来自树林竞泳俱乐部的好手。那当然，其他还有2位算是地主的小将，海燕维京人的代表，第3道郑雨晴，还有第4道的关慧欣选手。佳颖的确是如同他缴出来的报名成绩，大概就是在这一组当中和其他选手的报名成绩相对突出。没错，虽然可能在报名时他的成绩不一定是最快的，因为他隔壁的关慧欣数据上是写2分47秒，比他的2分52秒还快。不过看到跟刚率先完赛的吴佳颖在2分51秒，一样是稍微突破自己的最佳表现。这个吴佳颖有在听教练讲话，他可能最后3公尺，你看他刚刚是憋气冲刺进去的。是，那也许就是因为这0.几秒的差距，让他的数字看起来更漂亮一点。其实这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就是说有些孩子他就是会最后就一定会冲刺，就会憋气，他可能从10岁8岁就开始被教练的要求，所以其实竞技运动游到最后是比小细节。是，当然啊。所以他习惯是这样，你平常做不出来的动作，不可能比赛做得出来。然后第2道的李奇珍也回到终点之后，代表这一组也是要告一个段落。紧接着还是在女子的11到12岁级200公尺的自由式。我们看到第4泳道的周采洁绝对是亮点的好手哦，去年囊括了5金，那今年他一样报了6项，这是他今天来第1次出赛。那当然，我们如果有观众朋友长期关注这个运博的赛事，也会透过官方粉丝专业发的影片，就有听到他立志要当奥运国手的一位小朋友，所以就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如同他的期待。现在在大概小学6年级的阶段。那如果顺利的养成的话，说明真的以后就是在这些5环殿堂有机会看到他的身影。那周采洁除了这场200自，他还有100公尺自由式、50公尺的自由式也有报，等于3个不同距离的自由式他全部有参赛。是。那明天他还有200混、100仰以及100公尺蝶式。如果他的成绩可以游到他报的2分17秒，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速度。
的确，他也是率先转身来到第3段的选手。那周采洁去年的5金呢，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相当可惜，差了一点，就是因为可能在接力方面跟队友的默契没那么好，让他错失有机会，哇，上演6项全拿金牌的一个伟业。不过接力基本上团队的运动，其实是相对于我自己觉得会比个人来的刺激。是，当然，就可能变数也比较多一点。对。那去年他过去也说他是因为姐姐的启蒙，有兴趣加入游泳队。那去年他的母亲有一起来报名比赛，不过今年则是没有呈现这个就是算母女一起来比运博杯的一个场景。那但是也看到周采洁现在的确要率先来冲往终点，就看是不是能够突破他的2分17秒这个数字。没有意外，周采洁还是分组最佳，那是2分28秒21完赛。第6道的魏诗妮是台北的青年少泳队，他是分组第2。后续还有张静涵在第5水道，第2道的蔡婉彤则是2分38秒，也跟他自己交出的报名成绩相差不多。那第3道的陈品君则是些微的差距。那的确这一组明显看到大家的实力是更加接近，所以完赛的时间都没有差太久。紧接着是13到14岁的级别，还是一样女子组200公尺的自由式。12项次13至10岁级女子组200公尺自由式。这一组被分在第2道的陈玉珊，同样也是有报名6项的一位全能好手。那当然，去年他也是有不错的成绩。12项次目前领先的是第4水道顺林竞泳俱乐部王新威，占据第2的是第5水道海燕围巾人林宇贝，占据第3的是第3水道运博 Tisa 文千熙。现在看到目前是一字排开，有一段落差。那率先转身的是第3道的吴千熙，同样是运博 Tisa， 也算是常在这边训练的一位选手。更正应该是第4道的王新伟，是树林竞泳，对，的确是一支强队啊。前面的不同组别陆续看到他们在一些这种比较中低岁组的项目当中，他们也是有各中的佼佼者。看得出来，他们基本上都是有专业的在训练。通常就是在这个触墙转身的这个动作，大概要练多久才能够这样，就是用一个很流畅又快速的方式来完成？基本上我在我的认知里面，触墙转身这个是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就要一直不断练习。就是可能刚开始在做滚翻的时候，鼻子会进水，会喝到水。那有些人他就会选择不要这样做，但是教练就会要求，是因为就是不断的喝水，喝到鼻子呛水，呛到不想呛的时候，他就会了。所以我觉得开始在练习，大概我认为大概1个月、2个月，基本上就可以转得出来。那如果转得好、转得顺，其实包括到现在精英选手都还一直在这方面不断的精进。对。看到参考成绩2分22秒69是第4道的王新维，那隔壁道的林宇贝则是2分25秒43，也是相差不多。的确，大家的实力其实也都是伯仲之间。
在大家都在等候第一道的陈君佩完成他的比赛。那不过也看到其他道的选手完赛之后就陆续已经走到了场边，因为下一组很紧凑，比赛又要来登场。在这一组13、14岁结束之后，将会是15到17岁的女子组200公尺自由式的项目。没错。下一组的选手们也是马上就来到了跳水台。15到17岁级的女子自由式只有5位选手来参加，分别在第2到第6的泳道。目前小周进行的是第13项自15至17岁级女子组200公尺自由式共一组。水道的2位选手真的是不相上下，至少在第一个50公尺当中，感觉起来北市现代5项都是利用这次的比赛来练兵的。那好奇就是请教教练，会有就是因为全运会也快到了，会有选手是透过这个来备战全运会。如果以游泳选手来讲，应该不太有，应该不太有啊，因为他们精英选手基本上目前来讲都是全运会的调整期，是。那还有一票人是刚从亚锦赛回来，所以呢，可能才刚开始又要开始在恢复做最后的调整。目前领先的是第5水道运博提萨王敏恩，以及第4水道 I Love Sweet 陈巧希，比较中年长的人的表现的舞台。但至少也是算一个大型的赛会，所以就是对这业余的爱好者来讲，真的也是难得的机会。没错。那有些比较专业的泳队，可能利用这个赛事，教练当做一个测验的机会。然后进入到最后的50公尺，的确还是4、5道的陈巧希跟黄敏恩在竞争这个第1名的位置。就最后的25公尺，目前领先的依然有第5水道运博提萨王敏恩占据第1，紧随在后的有第4水道 I Love Swing 陈巧希。这个应该也算是提萨的第3的是第3水道的是现代5项蒋千英。13项首先抵达终点的是第5水道运博提萨王敏恩。2分21秒10，根据2位裁判按出来的成绩是相同，虽然刚刚看起来肉眼可见有一前一后，但是无论如何，至少参考成绩现在双方是一样的。这样讲好了，就是这是我们先看参考成绩，最后还是以大会公告为主。那假如果真的是同样的秒数，虽然第5道排上面，第4道排下面，但是在秒数同样情况，基本上他们是2个第1名。对。现在看到这一组是告了一个段落之后，紧接着要登场的将会是18到24岁级，还有25到34岁的女子组，这2个级别是把他们并在一起来参赛。目前抢中进行的是25到34岁的郑旭芳，他基本上只要游完就是冠军。下一组也没有这个税级啊。是，他也是在宣传影片的露脸的其中一位好手。这次他报名了3个项目。他在影片说，他去年有100公尺蝶式游到真的是哇，累到一个极致。他今年就没有报这个项目，反而是报了200公尺自由式，就是现在在比的这一个100公尺蛙式跟200混。证明了选择比努力重要。他也是在场上的这5位泳将里面唯一25到30岁的
级别，其他4位都是比较年轻的18到24岁级。没错，然后感觉起来北大校泳还有现代五项都是相对感觉比较专业的一个队伍。的确。第14项100公尺转身后不前，的确18到24岁大概也就是大学生的年纪，所以刚刚提到小平老师也有提到北大的校泳队卢冠霖是分在了第3水道，那报名成绩是2分42秒。如果在这一组所有选手当中报名成绩最快的会是第5道的刘雨荣，就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此。刘雨荣的报名成绩是2分22秒左右。没有意外就是照这个时间的他报的秒数，他是最快的。确实，在这个组别大概都是准的。比起刚刚可能看到更年轻的小朋友，有一些数字不见得就是真的照相对的这个成绩来呈现结果。我这一组明显看到第5道的刘雨荣，来自优乐游泳学校的这位好手，明显是领先其他人一截。在隔壁道的就是也是现代5项的选手之一谢怡锦。那第4道的陈怡贞同样也是代表北市的现代5项。抵达终点的是第5水大优乐游泳学校刘雨荣。那我们现在看到代表北大校泳队的卢冠霖也是回到了终点，他是第3位冲线。那第5道的刘玉荣2分23秒63，的确是如同他自己缴出来的报名成绩相差不多。那现在大家都在等第7道的郑旭芳选手。的确，如同教练提到了，就是看郑旭芳选手只要完赛就是达标。是35至44岁级女子组200公尺自由式共一组。现在场边应该所有的观众都在为这位赛事的代言人之一也来加油打气。上次25至34岁级，郑旭芳也正式的回到了终点，恭喜他完成这一项的赛事。那这是他这一次报名的3项当中的其中1项，也是第一次在本届的赛会亮相。那至于紧接着将会是35到44岁级，同样还是女子组200公尺自由式。这组当中就是画面上看到2到第6泳道的5位选手来竞争。看到第2道的黄凯杰是一马当先。35道的自成一组。其中2位就是算是常在这边打滚的海燕维清人的选手。至于第6道谢敏珊，来自勇将魂的女将，同样也是第2位转身的，是345道，现在也是依序要来迈入他们的第2趟。然后目前领先的选手第2水道亚洲俊勇黄凯杰。有200公尺自由式，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好用这个项目。它又不像50公尺可以从头冲到尾，对。然后呢，又不像400公尺可以慢慢的抓，慢慢的配速。200就是感觉又要快，但是你又要配速，真的感觉起来是蛮累的。但其实就算像这些大部分业余的选手也会考量这一点，还是说他们比较就精英选手而言的话，那目前以我们这场赛事来讲，自由式想要游的久一点。既然花了报名费，待在水里面久一点，有赚到的感觉，那只剩200字啊！比起来还有200混合式吧。
但如果要有混合式，又得综合4项的技能，没错相对没错更困难一些。我基本上呢，以目前来讲，像我如果碰到小朋友，我都会希望他们尽量去挑战困难项目。啊，因为50公尺其实大家都很容易。对。那比如说，他可以报名50、100、200的蝶式，那我就会建议他报名200蝶。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轻松一点的。啊，那我觉得你只要游完200蝶，基本上你就会进步非常的多。是。啊，比如说50公尺蝶式，他可能有200个人报名。你游最后一名是第200名，100公尺呢，可能剩100个人报名，你游最后一名是100名，200蝶可能只剩50个人报名，你游最后一名是50名，所以也就是说，你报名你报了200蝶，你莫名其妙什么都不干，你就进步了150名，至少就心理上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挑战困难项目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要鼓励小孩尽量往困难的方向走。的确是蛮有道理。你看到，的确是一如一开赛就是呈现的第2道跟第6道的2位选手是明显比中间其他泳道的好手们来的出色。没错。第2道是黄凯杰选手游进2分半内，至于第6道则是谢明山。紧接着就是卡拉蒂竞泳队的王银珍，更正是海燕维健的吴奎义。那现在才是刚刚提到的王银珍选手。现在大家就是在等林英利完成他的最后50公尺。200公尺真的也是在就是运博杯举办的项目当中距离最长，的确考验的是选手们的体力。就是以每1公尺报名的金额来看，200公尺最划算。就像我们去看电影，看3个小时，感觉比较赚。没错。所以这能游800就游800，游1500就游1500。假如真的办了1500公尺，但是选手到中间就没办法继续游的话，这样大会还要等他游到最后，还是必须等他自己主动放弃。基本上，如果游1500公尺，都会设定一个参赛标准。对，还是要有一定实力才能够进到这种场距。没错。也是恭喜林映丽选手完成了他的这趟200公尺自由式的比赛。稍后一样是女子组的200公尺自由式，那是在上升1个岁级，会来到45到54岁。那同样也是没有满额的情况，一样是2到第6水道的5位选手。那也看到第2道的郭嘉玉是在水下出发。这一组一样是有2位海燕维金人的选手，分别是第4道的林姿莹，还有第5道的郭美玲。所以通常就是像这种业余选手，他们平常要自己计时的话，还是必须要找搭档帮忙记，还是有可能带手表？有可能带手表。有可能带手表。那基本上现在那种运动手表是很风行的嘛，说像什么 Garmin 啊、Apple 啊，基本上他们都可以自己可以去测量他们的自己的时间。但是在比赛的过程，按照泳种的规则是不能什么都不能带，是你连肌贴都不能贴。带到是第2道代表亚洲竞泳的郭嘉玉，跟着是第3道的陈欣玉，卡拉蒂的竞泳队。那像我们前面是看到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就是从一开始接触游泳就是正规训练。那假如就是到比较中高年龄的这些游泳爱好者，他们如果要再来学这个
触墙翻身会有什么样的难度或挑战性在？基本上成人游泳就是有一点年纪再来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是完全跟小朋友是相反的。小朋友是你跟他讲你要做什么，你就给我做，他们就会自然做出来。然后呢，他身体会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动作。教练只要告诉他说，你就是这样子不断练习，你不用告诉他原理，他动作就会做对。那成人呢，你要跟他解释很多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动作为什么是这样。他们会相对就好像我们学语言一样，他会学文法啊，他会比较有效率。可是呢，唯一比较吃亏的就是成人的筋骨比较硬，而且会想很多。的确啊，那因为游泳是一个身体的记忆的动作，所以脑袋知道怎么做，往往四肢不一定能够受控制。是，对，那也是要靠大量的练习。啊，那有些成人游泳他可能学会了，他觉得我会了，他就结束了。啊，那他可能下一次他可能就会忘记。啊，小朋友也是，但小朋友就是教练就会很严格的告诉他说，我就叫你做这个动作，他也不会想知道为什么，他就会一直做，变成一个习惯。刚刚看到是第3道陈新玉，的确一如他在整个开赛就是稳定的发挥，率先的抵达终点。分组第2的则是刚刚看到第6道的秀芬选手。分组第3则是林姿颖，因为惊人的代表选手之一。因为隔壁道的郭梅玲同样也是海燕的好手。现在大家就在等待第2道郭嘉玉完成她的比赛。她现在才完成前150公尺，要迈向最后的50公尺。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大家应该都在岸边来帮上的郭嘉玉选手来加油打气。200公尺自由式接力共一组水道介绍。小朋友请起立。现在的是45到54岁级，这200公尺的距离，可能对每个选手来讲，真的也是体力上的考验。即使可能现在再怎么跟不上，还是要靠意志力来撑完这最后的10公尺。郭嘉玉选手可能上岸之后，他可能都会说：“我没想到我可以游完200耶！”这个自我挑战，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个个人的成就感超越了他的名次，超越他的速度。也是正式的完成了这一趟的比赛。那紧接着就会是如同教练提到，紧张刺激的接力赛要来登场。哇，一个上午真的非常紧凑。我们稍后10点半还有开幕典礼，但是在这之前就先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千变万化的自由式接力。现在是8岁以下4×50公尺的自由式接力。那分别有第2到第6道的5支代表队，第2道是英桥国小的鲨鱼队，第2道北市的大同国小，第4道2势力是鳄鱼的鳄，第5道则是一组海燕的维京人，第6道则是来自台北市的文山区景兴国民小学。这个男女混合的接力，其实它的变化更大。是，那跟每一个水道、每一个队伍，他安排的男生跟女生的顺序也不同。所以就会有时候就会看得出来，好像领先很多，但是可能最后一棒是一个男孩子，全部一次就追过去了。没错。
尤其是在世锦赛这种顶尖的比赛，2个月前如果有看转播的观众，可能也见识到，真的这棒次的排序真的不能只看，对，不能只看画面上好像可能哪一队特别领先了，但是真的有时候男生女生的差异就可以扭转战局。那不过现在看到在第3道的北师大同国小是一马当先。可以看到这一棒就有的学校是先派女子选手来出赛，包括第4道的2势力，但是他们落后的幅度没有太大。大同国小是第1棒是一个女孩子，第2棒是一个男生，第3棒比起来也是个女生。对。北师大同国小。刚刚大同的第3棒已经是率先出发，现在第4道的2势力也是交给了第3棒选手。目前在第3的第6水道锦旗国小第3棒交棒。但就选手而言，他们应该都还是就是自己有自己的50公尺，还是说还是要怎么样跟队友们来做沟通或搭配嘛？没有，基本上他就是这个，目前来讲，他们就是拼老命的游到对岸。是，那你下一棒不要空中接力，所谓空中接力就是你不要人还没触墙你就跳了。对。大部分的选手在做接力的时候，他们都会等待所有的队友游完，在旁边加油。是，其实这个是很好的团队精神的表现。没错。我们也看到最后一棒陆续的要来争夺8岁以下的4乘50公尺接力冠军头衔。第3水道大同国小第4水道2势力，目前是由第3水道大同国小选手取得领先位的领先。哇，真的是势均力敌的一场较量啊！男子汉的对决。对，老师提到，真的，哇，接力就是这个特别的精彩。刚刚大同国小前面中间有一段领先的比较多嘛，没错，换了1棒就追回来了。哇，但是2势力还是差了1点。从1到4棒大概都在大同国小之后，些微的差距，成为这一次接力项目的第2名。只慢了大概2秒钟左右，3分08秒53是第3甬道的北师大同国小，3分10秒41则是2势力游出来的成绩。接着是第5道的海燕维京人是缴出3分31秒63的成绩。第6水道则是来自于文山区的景清国小，同样也完成了比赛。现在则是要等，哇，算是离青年运动公园不远的银桥国小，看看鲨鱼队即将要迎来他们的最后一棒。银桥国小也是一个传统的游泳的学校，那这个8岁级可能应该是所谓的预备队员，对，还在刚入门，对，至少让大家先有比赛的经验，没错，那未来也是可以期待。其实小孩子的时间过得非常快，你今天看到这个小朋友在游泳，可能一转眼他可能就是一个国手，我们永远不知道水里面哪一个是奥运选手。的确，我感觉我们转播过这个奥运选手的比赛，这个名单都要先留好，对，然后再复查一下。看到银桥国小第4棒，小男生也是积极的迈向终点。200公尺自由式接力水道介绍，第1水道台北市景兴国小，最终是让团队游进5分钟之内的4分56秒完赛。接着还是4乘50公尺的接力项目，不过现在则是来到男女混合9到10岁级别，一样还是自由式的接力赛。那分别是在第1水道一样是台北市的景兴国小，那第2道源自基隆而来的暖溪国小，第3道台北市的大同国小。
第4道则是树林竞泳俱乐部，第5道是二势力，还有第6道的银桥国小一样是鲨鱼队，非常可爱的名称。那最后第7道的则是来自士林的文林国小。8项是9至10岁男女混合组200公尺自由式。这个第1棒好像第4水道是一个女孩子，其他看起来都是男生。对，不过他的这个速度比他隔壁道男生其实没有差太多。第2道一样是用女子选手来出赛，树林竞泳把2位的男子选手留在后面。现在看到树林竞泳果然实力是相当的坚强，前2棒的女生就先帮他们建立优势，没错，交给后2棒的男选手应该是10拿9稳。第3棒率先的出发，隔壁的大同国小现在才要交给第3棒，还有第5道的二势力一样，也是第3棒的选手。那就是在这种低岁级的比赛当中，就是性别的影响会有那么的大吗？还是如同教练提到，就是接触的年资可能更重要？其实在目前10岁以下，其实差异没那么大，小孩子可能女孩子会稍微发育的早一点，所以他的速度可能跟当然男生女生有差异，但是这个落差比较不会那么大。大会报告：今天上午的赛程预计进行到38项100拉开了他们的领先优势。38项100公尺蛙式除了他们是前2棒都给女选手负责以外他们真的4棒的选手实力明显就是在其他对手之上，程度比较高。树林竞泳是率先的完赛，那二势力则是在这一组当中第2位抵达终点，2分14秒47是树林竞泳的成绩，跟他们交出的2分12秒相差不多。那二势力则是2分23秒47，那第2泳道的暖溪国小则是2分34秒44，完成了比赛。接着则是在第6道的银桥国小鲨鱼队，更正是第7水道的文林国小是第4名。第3道的北师大同国小后面2棒的速度稍微慢一点，影响了他们的排序。第1道的景星国小则是在这一组当中第6位，完成比赛。混合组200公尺自由式接力水道介绍，第3水道台北市景星国小，第4水道文林国小。这边也看到第6道的银桥国小完成了这一趟4×50公尺自由式之后，代表接着下一个组别要登场，还是一样男女混合的4×50公尺自由式接力，现在则是来到11到12岁，也就是小学高年级的这个组别。那这一场比赛则是只有2组人马在竞争，原本表定是3岁。第5水道没有来，是不约而同都是派女子队打先锋啊，没错。第3道是景星国小，第4道则是文林国小，这是第1棒。现在是有肉眼可见的差距。100公尺蛙式结束，下午的赛程预计将进行至38项次。女子组100公尺蛙式结束之后，将短暂休息30分钟，也请各位选手及领队教练随时注意。刚刚有看到就是交棒之后，裁判有指挥就是水道里的选手，他们是要提醒他们要去就是岸边吗？还是什么？他会要他先勾在那个水道绳上，不要移动。那这样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规则基本上就是别人在游，你不能去影响别人。当然，譬如说我是第4道、第5道在游，我当然不能去影响到。但事实上，第1道在游，其实你还是不能
理论上你还是不能离开你的水道。规则是这样。所以曾经在 NCAA 有一个选手，他破了1500公尺 NCAA 的记录，他很高兴，他就坐在了那个水道绳上庆祝，结果他的成绩就被取消了。因为1500公尺有可能他距离会拉得很远，对，有人还在游，他就在水道上庆祝，所以他的那时候还破了 NCAA 的记录，他的记录就没了。但是规则就是规则，没错。对，那在美国大学学校运动基本上还是以运动精神为优先，所以呢，也抗议也没有用，这算是乐极生悲的真的代表之一。那因为这个组别4×50公尺接力，11到12岁组，总共有其实分为2组来比赛。那这一组因为表定3队当中有1队从缺，才会看如同画面上看到，就是2队来对抗，来 PK。对，就是景星国小比文林国小还快一些。那稍后下一组登场的也会是同样的级别，11到12岁的男女混合4×50公尺自由式的接力赛。那在这一组当中，则是有6支代表队，分别是第2道的英桥国小鲨鱼队，第3水道2势力，第4的则是强权之一的树林竞泳俱乐部。那第5道是算地主的代表团海燕维京人，第6道优乐的游泳学校，以及第7水道台北市延平国小。在这次第1棒就比较有男有女的哈，第一棒。正式的也开赛。那像你刚刚看到有些选手是选择从水里面出发，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到跳水的技能吗？理论上应该是。啊，那当然，我觉得现在很多学校都有俱乐部，都有游泳的俱乐部或是校队，但是游泳池毕竟都是偏浅，其实这是很可惜，就是说我们在台北市很多的场馆，大部分的场馆是禁止跳水。对。那禁止的原因是因为怕就是跳进可能会直接触地，有可能对，有可能就会造成受伤啊，或是怎么样。请各位来宾配合当裁判长哨音响起，选手站上跳台准备出发的时候，现场请保持安静，以免影响选手的进行。谢谢各位的配合。现在看到第4道是比较明显的优势，的确还是一样是树林竞泳俱乐部，他们是先属于领先的地位。整体看起来，在这场赛事树林竞泳的小朋友这一群程度是稍微比较高了一点。11至12岁女子组200公尺自由式，的确，他们在去年的不管是男子组还是女子的团体总锦标，都是以总成绩第2的表现。那也看到这是男女混合的自由式接力，他们也算是稳定发挥。所以通常像这样，他们在后面棒次看到他们领先已经拉开的时候，还是不会松懈嘛，就是有不会的，就是一样。教练也不允许他们松懈。当然的，就是还是照自己最快的方式，一路帅下去。树林竞泳的确还是率先的抵达终点，现在就看谁会是这一组的第2名。是在第3泳道的2势力，2分20秒62，比刚刚前一组的景星国小稍微慢一点点。颁奖仪式，请8岁、9至10岁男子组200公尺自由式前8名的选手至选手准备区集合，还有11至
岁级男子组。看到优乐游泳学校的代表队成员也到了，的选手是让他们拿到分组第4的成绩。那现在就看第5道的海燕维京人，还有第7道的延平国小，看看谁会更快一些。接下来进行20项。那还是海燕维京人是好一点，3分12秒27。 4乘50公尺自由式接力。在这边11到12岁男女混合接力告一个段落，紧接着将会是13、14岁的男女混合组，也会是青少年组当中的最后一个接力啊。后续将会是比较中高龄的壮年组赛事，但是一样是接力赛，在我们表定10点半的颁奖典礼之前，就会把这几项的4乘50公尺自由式接力来举行完毕。大哥，你这样不会中暑吗？可以看到，在这一组当中，只有3支代表队，分别是第3水道的江翠少泳队，第4水道优乐游泳学校，以及第5道主场队伍之一运博的 Tisa。3至14岁级男女混合200公尺自由式接根力。据3队缴出来的报名成绩，其实大家的4棒不差不超过10秒。那现在看到第1棒全部都男子选手，也是算相当的接近。第2棒不约而同一样派出男选手来出赛。第4道的优乐少泳队稍微比运博 Tisa 还慢一点点，但是不到半只手臂的距离。目前优乐少泳又把领先要了回来。两个的接力队伍势均力敌。到了13、14岁级了，就感觉像是专业的选手的一个竞技了哈。的确，率先由第4水道。大概这选手是在小学就已经会立志说你要走竞泳的这个就是想要朝精英发展。应该说要升国中这个阶段，他就要做个抉择，是要把它当休闲，还是要去往竞赛继续走下去。对，那当然也会有同时兼顾的，这个是目前来讲，大部分人会希望同时兼顾。但是如果就是比如说老师刚刚提到，如果国中之前没有真的就是这样受过比较高强度的训练，后面大概晚个2、3年还来得及。国中才开始学，基本上我目前没有看过可以成为选手、精英选手的。对。现在看到游乐少泳的第3棒女生现在明显的先扩大他们领先，几乎是把隔壁道的运博 Tisa 给甩开，最后也是顺利完成这4趟的50公尺，一起合力缴出分组的第1。当然13、14岁就只有这3队来较量，1分54秒05，比1分59秒98的运博 Tisa 明显快出一截。其实速度还不错，4个男女这样每一个平均起来游不到30秒，其实算快了。对。紧接着就如同刚刚提到，现在逐渐要来到比较高龄的组别，一样是4乘50公尺的自由式接力。那这边是包括了99岁级、100岁级，还有120岁级，大家并在一起来比赛。分别是第3道的北大校泳队，还有第4水道是北市的现代5项，6道亚洲竞泳，第6道卡拉地竞泳，以及第7水道还是另一支亚洲竞泳，不然他们是120岁级，对，然后第5道是亚洲竞泳的100岁级。在就是 Master 的部分呢，基本上是用总年龄来排接力棒次，也就是说，譬如说像刚刚小朋友13、14岁级，每一个都要13、14岁，但是 Master 来讲不是这样的。譬如说100岁级的，你只要能够凑到4个人加起来超过100岁，那就可以。如果今天有一个60岁的，你就可以配3个40岁加起来是，当然这个有点夸张，但你可以
可以40岁配3个20岁，对，这也是一个策略。就像教练我们去比赛的话，你就可以找大概大学生跟你一起组队。也可对，那我可能会落在120岁或160岁左右。再看到第3棒，你看第4棒现在也是跳入了水中。那像这个成人游泳里面，其实每一个队伍都会有它的特性，比如像海燕，我们比较年龄比较偏长，是，所以他可能最常碰到就是160岁、200、240岁，对。但是如果要再多，那就要看大家要参与的程度要比较高。的确，稍后就会有教练提到的海燕维京人160岁级会在这一组结束之后来登场。刚刚也看到北市的现代5项还是这一组的最佳成绩也2分02秒22是第3道的北大校泳游出来的，但是现代5项比他们慢一点点而已。那他们的岁级其实也只差1岁，北大校泳是99岁级，至于现代5项则是100岁级。那99是指小于99岁吗？4位选手还是也是？99岁级是小于99岁的。哦，那100岁才是要超过100。100岁就是100到119，然后120就是120到159，是160到199这样子。所以代表100岁级可以跟就是4位大学生游差不多的时间，也算相当出色的一个发挥。那我是建议我们的 Masters， 你可能以前不是一个精英选手，你可能跟那些退役的精英选手比赛起来，你会稍微比较吃亏一点。但是路是走长远的，如果有一天你能够参加360岁组，你也可能是一个世界冠军。的确。对不对？那你可能还有竞争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能够参加400岁组，你只能跳下去，你可能就是金氏世界纪录了。所以大家就保持健康、平安长大。你也是世界冠军啊！确实。如果真的可以齐聚4位的100岁人瑞一起来组队，绝对也是100年难得一见。基本上在世界泳总的世界成人锦标赛里面，360岁级是没有记录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凑90岁4个9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去报队去比赛，历史留名，他就是创了世界纪录。必须。期待教练有朝一日可以实现这个。我其实有目前不断的在物色，我们如果有成人锦标赛，我都会去看那个高龄的。下次带你出国去比赛。那也许我们的精英选手拿不到世界冠军，但是他们长得很大以后，他就可以成为世界冠军。我们比气长，是，对。而且金氏世界纪录是可能还可以名留青史的这个。没错啊，因为你当精英选手，你今天破了世界纪录，你可能隔2年就被人家破掉了。你360岁组的接力，我觉得要破掉纪录的机会不大。首先你要会游泳，对，再者你要活到那个岁数。确实。我们也看到现在是赛事预告，因为时间逐渐要接近10点半的开幕典礼，因此男女混合的4×50公尺160岁级的接力项目将会延宕到开幕典礼之后才来举行。因为原本表定是会在开幕典礼前要把所有的接力赛消化完毕，但是目前显然160岁级还有200岁级以上的这几个接力组别，现在看到还是已经来到了场边检录，要来进行完比赛才会是开幕。看起来还是按原来的计划进行哈。的确，因为也只剩下这2个组别进行完，大概各花5分钟左右就可以来举行。这一次隆重对2025年运博杯的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的开幕典礼，大家在中秋连假之余还先来的游泳池边跟大家一起来一较高下。
我看起来这应该是，对，是160岁级的组别。那总共有5支代表团，现在全部都已经落水。第3道是来自卡拉蒂的劲勇队，第4道勇将魂，第5道则是清水救生。那第6道就是海燕维京人，还有第7水道是亚洲劲勇队。哇，第4水道是我们高老师，扭来扭去，扭来扭去。泳界的洪金宝。准备同集合。场中进行到了第2棒次，领先的是第4水道勇将魂。的确现在已经交棒了第2棒。那第4水道这边的勇将魂还是稳定维持他们的领先。没错。由刚刚他们第1棒高建顺老师奠定的领先基础。但是亚洲劲勇好像追上来了哦。是，现在战况是白热化。我们看到现在画面上带到的是亚洲劲勇，现在还是女子选手的棒次。那就看看他只要不要被拉得太远了。对，最后一棒如果给男选手的话，他们还是有机会来登顶。现在勇将魂这一棒男子选手先建立他们的领先，紧接着要交给决胜的第4棒。但是勇将魂的最后一棒是女子选手，那就要看看她能不能够稳住这个领先，因为亚洲劲勇最后一棒男选手也已经出发。没错。哇，的确就是如同许教练提到了这个接力棒这个排棒次，哇，还有这些大家交接的过程，真的也是一大看点。没错。哇，亚洲劲勇队现在看起来有机会。这第4棒很有实力哈。的确，哇，那则是在勇将魂的方面。第4棒就是顺利完赛即可，最后是亚洲劲勇率先的触强，成为了160岁级的男女混合接力的冠军。至于勇将魂，则是分组第2，也是这个级别的第2名。我们上看到就是海燕维京人，一样是完成了4棒的任务。还有卡拉蒂，对，现在也是顺利完赛。看到2分07秒15是亚洲劲勇交出来的表现。紧接着将会是在开幕典礼前的最后一个项目，也就是200岁级还有240岁级一起举行的4×50公尺男女混合的自由式接力。刚刚说就是160岁，也是4位选手加起来超过那个年龄，但是就小于199吗？还是说有小于199，就160到199，所以不能说可能有人加起来超过240，说想要来跟年轻人一起，基本上不太会有人这样，不太会有人这样。所以有时候如果你160岁级，你加起来是199，你就亏到了。如果在161，就很有优势。对，的确。再看到选手们应该是要陆续要进场了哈。对，稍后将会有3队是200岁级的年龄，那至于唯一的240岁级代表将会是第6道的勇将魂。那勇将魂一样有报200岁级，他们被排在第3水道，第4水道则是海燕维京人的200岁级。第5道则是200岁级的亚洲劲勇。第4水道海燕维京
所以看到这些不同代表队真的是年龄层分布相当广泛。没错，这是现在就是台湾在游泳俱乐部的一个趋势吗？还是说全世界大概都这样？基本上，在台湾其实游泳的人口非常的多，游泳人口非常多，所以其实 Master 的市场是非常的大。不过看到最后是3、4、5道的组别有来参赛，原本表定240岁级泳将魂是没有出现在第6的水道，有他们在第6水道，应该是第3水道200岁级的泳将魂没有来参赛。你能想象一下这些在那边拼搏的人，他们平均年过半百，对，还是非常有这种竞争的意识，没错，大家一起来组队，来跟其他喜欢游泳的这些同好们切磋切磋。没错。那到这个年纪的选手，他们比个人赛跟比接力赛心态上会有什么差别？我是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太大差异，但是接力赛是比个人赛更有娱乐价值。说就观众而言，还是就选手而言？就选手而言，那往往会凑不到人啊，或者是因为年纪的就差那个1岁，差那个2岁，所以排接力棒子其实蛮伤脑筋的。是，不过选手平常会就是花大概多少时间来练习？就看个人啊。当然，如果以我们海燕，他们大概每天大概都要花1个小时。就光接力这个项目不是接力项目，就是平常。那接力就是赛前会练习一下，培养一下默契。所以平常还是自己练自己的，那是真的要比接力的时候才。对。这几位选手至选手准备区。在第3趟的50公尺，率先交给第4棒的是第5道的亚洲竞泳。11至12岁。那现在200岁级的海燕也已经交给最后一棒，最后一棒机会，叫这个换手跟换气的这个节奏，海燕有机会上演逆转秀。对，你能相信最后一棒超过50岁的吗？看这一个体态还有这个爆发力，真的。再年轻10岁也不为过，的确是精彩的扭转了他们前面的劣势。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海燕维京人2分23秒98，硬是比下了亚洲竞泳的2分25秒18，稍微快了1秒20。现在则是要等待240岁级的泳将魂。他们最后一棒交给女子选手来负责。他们胜券在握了。的确，没有其他的对手，没错，就是同额竞争。我们要有个观念，像有些人会告诉我说不好意思我拿了冠军，那没有啦，其实只有我一组。其实这个背后的意义代表是人家看到你都不敢来报名，所以不要觉得这样子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就抬头挺胸，我第一名。是。即使不会列入那个就是总成绩的计算，但是至少冠军就是冠军。是，其他人是看到你的名字不敢来的，不是他们没有报。对，实至名归的240岁级，真的也是值得嘉许，平均年龄是超过60岁左右。没错，60岁真的也已经快要迈入老年，那还是持续在游泳运动项目当中耕耘。那我们逐渐也来到上午的10点30分，代表今天也是这届赛会的重头戏，就是开幕典礼马上就要来举行。而且由于上午也已经进行完一些的项目，所以稍后在颁奖典礼的过程同样，在开幕典礼的过程当中同样也会进行颁奖还有合照的仪式。各位来宾们稍等片刻。
拍不到啦，不可能啊！这里你要在哪里？他等下在这里。导播只能这样子。导播只能这样哦，你有看到吗？
以后发生口角，就跟我没有，跟我们双方实力没有关系。我还到外面去等他，一进来看到他坐那个，还被我们妈直接赶过，都没有在留意。喂喂。喂啊。邀请我们玉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姚宗佑姚执行长为大家主持，掌声欢迎我们姚执行长。董事长、议座、局长、各位来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很高兴这次各位来我们2025运国森林牛锦标赛。好，那首先我们等一下会来介绍我们的与会嘉宾。好，首先介绍的是运国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俊宏先生，掌声欢迎。好，台北市议员刘耀恒先生，掌声欢迎刘议员。好，农业部会长义勇救生队蒋东仁先生，掌声欢迎。好，台北市体育局局长刘淑萍女士，台北市万华区区长刘泽明先生。好，我们的顾问陈建飞先生。好，
市中小学的家长协会副总会长张启文女士。台北市家长会协会副理事长蔡世元先生。中华民国运动与休闲协会理事长刘嘉瑜先生。好，秘书长刘嘉瑜先生。中华民国运动与休闲协会理事长谢清良先生。好，腾云里里长李崇华先生。寿德里里长陈志雄先生。海燕早泳会会长陈宏年先生。青年游泳会会长陈怡辉先生。好，交耳极限董事长黄伯清先生。好，那我们最敬爱的台北市政府体育局副局长，副局长。对啊，吴建群副局长。吴建群副局长，掌声欢迎。突然找不到不好意思跳过。好，那就真的很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参加那等一下接下来是我们的颁奖流程，我们请。有请贵宾为我们致辞。好，首先邀请我们运国国际体育运动董事长林俊宏先生为我们致辞。我们给我们的董事长一个热烈的掌声，更有信心。台北市议会最受欢迎的刘耀仁议员，你好；台北市体育局刘局长，你好；台北市副局长吴副局长，你好；我们万华区的刘局长，你好。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莅临，我是运投公司董事长林俊宏。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2025年运博杯第12届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首先要特别感谢所有的选手及家长热情的参与，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才能够让这项活动充满意义。同时，也要感谢台北市政府体育局长期以来对我们运博公司的支持与肯定，让我们在推动运动产业全力携手。与推广全民运动的道路上更有信心。谢谢各位，你们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好，那现在我把麦克风交给我们最敬爱的台北市议员刘耀仁。然后他也是我们这次大会，他已经担任我们连续12届大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掌声欢迎他。掌声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也是我们的荣誉会长刘耀仁。运博董事长，还有理事长我们的刘局长，还有林局长，还有理事长，老师，现场所有的好朋友，还有崇华理事长，还有志雄理事长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好多人在讲说我们也是参加这个2025这个第12届运博这个游泳赛第12年，终于看到我们的局长跟副局长还有局长，你看，刘局长多么重视这个比赛，好高兴。今天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大家有选手的气氛那个多喝水，这次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谢谢。谢谢刘议员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理事长，也是荣誉副会长。掌声感谢各位。那再来，我们小一点。好，那我们台北市体育局刘聪明理事为我们推荐。
起来参加。我想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体育局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来推动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那希望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胡副局长为我们说几句话，好不好？好，部长，掌声欢迎。好，要当仁不让。那我们请我们万华区局长刘局长为我们讲句话，好不好？好，林董事长还有董事长率领的运动团队，还有我们刘友仁一座，还有我们刘局长，还有阿周老师，还有我们几位委员哈。今天与会的贵宾，还有参赛的小朋友跟工作人员，大家早，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回到青年公园。那之前我10年在体育局其实也参观了青年公园，所以运动团队也算很熟悉。刚刚来的时候听到董事长在分享说今年的历史的时候，也非常高兴。那第一我想可以以后万华地区的民众有更好的运动环境，也希望未来跟运动有更多的合作。消防员或什么，但是任何地方的活动，我们都希望能够密切的一个配合，共同来推动我们运动的发展。那今天话也不多说，祝今天的赛事圆满顺利。那因为天气炎热，小朋友也要多补水，那也要注意不要有运动的伤害。然后再次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谢谢我们的区长，再一次给我们这些贵宾一个热烈的掌声，掌声在哪里？接下来是我们的颁奖典礼。我希望他的是8岁以下前8名男子的组200公尺自由女士。然后参报名的选手请注意啊！8名海淀维新人王玉兴，17名许德恩，他是个人组，6名台北市大同国小王浩宇。怎么没有看到我们的选手出列呢？对，好棒！好，第5名海淀新人赖彦成，14名周刀鱼队刘杰安，13名大同国小郑碧红，2名20李世福，1名也是个人组刘文熙，掌声欢迎我们这些选手。首先呢，邀请我们的颁奖人是我们运博公司有限公司董事长于俊宏董事长，有请他，掌声。来，我们视感组，来一下工作，身组也准备哦，给电哦。好，掌声。接下来讲我们要一个大合照。好，来，我们大
初恋。第8名，树林技友俱乐部张恒瑞。这边好，第7名大同国小林哲安同学，第6名大同国小 A 组王宇丽同学，第5名2师里徐路恒，第4名2师里徐降清，秦瑞琴，大同国小第3名大同国小林玉达同学，第2名大同国小欧阳庆佑。我们的第1名是玉国披萨王凯威同学，邀请我们的颁奖人是我们台北市女局局长刘局长，欢迎来联组。来，预备开始啊！谢谢我们的局长。我们的选手都是很优秀的哦。
金会员张启涵，第2名台北市青年少友魏诗明，第1名台北市大国小周产杰同学。好，我们有请颁奖人。好，谢谢我们的主播司长刘哲明先生，我们欢迎。司长，好，我们的秘书。选手是很优秀的，所以组这个照相，是0点，然后市场上这些一样的动作啊，第一个站，我们站，提出来，来，选手站，第2个我们是爱心，好，注意。谢谢我们的颁奖人，谢谢我们的选手。接下来是我们的大合唱，所以呢，我们要邀请我们各位贵宾，然后加到前面来大合唱，好不好？我们的董事长，还有我们的局长，还有刘议员、副局长、区长，各位贵宾，我们加到前面来。有你的力是我们毕生会也很多。很热哦，来，奥斯的节也准备了，这台的历史的镜头。好，谢谢哦。一样哦，现在是贵宾，我们家第1个董事长在不在？在。哇，很棒。好，第2个我们看局长棒不棒？好，我们留言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留这个镜头就是爱心了，来，注意！哦，谢谢我们的贵宾，今天的莅临，让我们的活动圆满。好 ，OK， 谢谢我们的贵宾，谢谢动作。下来了。谢谢你们哦，所以说我们嘉宾和家长都辛苦了。好，下。
有哎，水平不对吗？我等下调一下。目前取得领先的选手是位于第4水道24令周友璇，在第2的是第7水道亚洲进友。再回到2025年的运博杯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的比赛现场，我们接着在刚刚开幕典礼过后，现在进行的是男子组8岁以下的100公尺蛙式。那我们这个阶段的转播工作也有进行了交棒分别是我们在世壮运金银铜牌全部都南瓜的高进顺选手，那还有魏儿教练都一起来担任我们这个阶段的赛事讲评服务。2位教练好。导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魏儿。我是高进顺。的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100公尺。从上午看了一连好几场的自由式还有接力赛，现在轮到的是蛙式的项目。那可以请教练简单分享一下，就是这2个式我们很明显知道这个姿势有很大的不同，速度也有差距。那可以请教就是叫小朋友在游蛙式的过程，就是跟自由式有什么样一些可能他们要着重的点，或者是说像8岁以下算刚接触要养成的过程，可以让什么来训练？其实像这个蛙式的话，我觉得他们的节奏都控制得非常好，因为蛙式毕竟是100公尺的竞赛，它不是短距离的，所以这个小朋友在配速上啊，还有他这个划水的效率啊，都非常的注意。那像刚刚这个水道，刚刚有小朋友刚完赛，然后游超过第5水道，这个第5水道未完成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比赛上的障碍，这个可能在选手跟教练上都要稍微提醒一下。那如果可以在8岁以下就开始进行训练的话，其实对我们的青少年的运动啊、成长啊，还有这个训练都是非常好的。对，我们看到现在第1组8岁以下的也已经完赛了，那刚刚也是参考成绩大概都在2分出头。那紧接着现在还是100公尺蛙式的项目，不过现在是9到10岁级，也就是大概国小中年级左右的一个范围。那总共有分作2组要来进行。现在大家也正式的出发，在第1组当中，目前是有第3到第7水道总共5位选手，那下一组才会是8道全满。哇，像我们第7水道的这个满溪国小的这位彭世祥，他的蛙式出发非常好，出发的时候那个效率很好，他直接就可以到8公尺左右。是，以8岁小朋友来讲，算非常不容易。那后面中间的这个林哲安小同学，这个大同国小他划水效率，你看他蛙脚踢的那个效果，就比那个明显比第7水道南溪国小的彭小朋友更有效率一点。那节奏上的配合如果更好的话，他们可以延伸的距离跟长度就会更长。所以我们看这个现在这个第5水道林哲安小朋友，他就很顺的，每一下都可以在往前推进个0.1、0.2这样公尺。的确，现在完成第1趟50，准备要来迎接第2段的这50公尺。看到刚刚提到第7道的彭世祥，逐渐把领先优势给要了回来。对，你看他的转身就非常吃香他的转身出发这个调教的非常好，所以只要一碰墙之后，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优势的一个展现。那当然，我们上午可能也听到前一位讲评老师也提到，其实，在低年级小朋友可能成绩不一定是首要的，但是来到场上还是分出了高下。那想请教就是高教练，以你过去身为小选手的经验，就是当你们这样可能参赛经验没那么多的时候，会每一场胜利都很渴望、很执着吗？会我国小的时候啊，只要每次参加比赛，晚上前一天都会睡不着。对，包括现在我们高教练，我们上午也在接力的赛场看到他，表现相当出色。那他这一次也报了3个单项。是。那身为世壮运的金牌得主，再来比这种就是全国的分龄锦标，这个心境上，你个人的经验有什么差别？我一样是非常热血的，因为可以跟所有的同好啊一起竞争啊，一起成长，就是我参加这个比赛的目的。而且我很喜欢跟大家一起互相学习，所以每一位选手他都有他的专业跟特长。那我看到场上的同样的竞争者有进步，我也感到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没错，刚刚也看到第7水道、第5水道的几位好手也已经陆续的回到终点。哇，赞！他们这个都在2分出头到2分34秒。没错，以8岁小朋友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接着一样是9到10岁级的100公尺蛙式，还是相同的组别。那这一组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台北市的大同国小。那现在则是请教就是威尔教练，那对于就是以你带这些小朋友，同样差不多年龄层的这些年纪的选手，你身为教练，你都会跟他们分享怎么样的一些策略吗？或是好的，因为现在9岁到15岁，其实国小他们大概有开始练了1-2年，中年级左右嘛。那我们可以看到第3到第7水道都是大同国小的。同一个学校带出来的选手那他们的我们可以从荧幕上面看到他们的动作跟前几组比起来，他踢水的延伸就比较远了，节奏感也抓得比较好，比较有效益的在游泳所以其实跟刚刚8岁到9岁比起来，很明显就已经进步非常多，而且速度比较快。那我们越后面的组别，基本上也可以看到它的秒数都是比较快的秒数，就排到后面这样子。没错，第5道的欧阳靖佑稍早才结束200公尺自由式，经过休息之后，现在的100公尺蛙式，他一样是一马当先。他这个夹腿跟他的抱水是角度对，马上要出墙了。哇，的确是一气呵成，那没有意外，率先的回到终点。那至于第3道，林宥达同样是来自台北市的大同国小。那所以像这些小选手，如果要出来就是比赛的话，他们大概都是基本上至少会2到3试嘛，或是几乎这个年纪就有可能4试都已经具备一定的能力。第5水道的，你看他1分34秒55，这个跟我们上一组的差距就将近30秒。没错，也比他缴出的报名成绩1分35秒还略快一些，大概就是个人的最佳表现。非常棒很优秀的孩子，这未来大有可期是。其实像这种中小学的这个运动其实是真的很需要全民一起来参与因为像我们如果到了成人世锦赛就是甚至公开级的比赛，如果没有小时候的这个基础在打底然后像这次运博杯很好，就是每年都是这样子举办但的话没有让小孩子有更多舞台，他们其实没有发挥的机会，所以也很感谢运博单位这次赞助商 Limex 公司这样大力的赞助这个场上这个赛事是非常重要的。没错，这我也非常同意，因为孩子多元入学的方式多了，那现在那么小孩子们，他们需要更多的运动方面的，让他解压，然后让他找到自己的兴趣。那这些机会有了，学校的老师带出来了，学生比赛的时候，也许发现这是他自己的兴趣。那就可以更从这个方面来加强跟努力啦。那我是觉得说，像孩子他一定要有一个运动方面的抒压，这样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可以减少身心方面的疾病，这倒是影响国人健康嘛。的确，那包括像我们刚刚也看到高教练从小比到大，现在也已经在世壮运有一番成就。没有。那好奇你就是从年轻这种就是高强度的竞争，到现在这个人生这个大概中年的阶段，你在比赛的心境上有什么样的转变吗？个人其实小时候是为了升学，那到了成人之后，其实我们就是以勇会友啦。那其实像我是自己做事业，那前几年因为身体就是比较久没有在运动，有一些疾病的问题回来运动之后，真的很明显健康很多。然后定期的有参加成人比赛其实也可以检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前进的动力，然后更努力的想要再让我们的那个身体维持得更好。的确，那我们也先看到画面上，因为第5跟第6甬道之间这个水道的分隔线稍微的受到影响，现在必须紧急的来恢复一下，才能让比赛继续进行。
跟水稻绳脱落。那水稻绳这个一定要把它拉好拉紧，因为它是会影响每个选手在竞赛的时候水波，我们要把它就是尽量降到最小，所以一定要把它拉好。那其实最早期的啦，像我的有一个老教练，他也90几岁了，他说最早期他在比赛的时候是没有水稻绳的。所以就是在一片池子里这样。对，然后照片还是黑白的，它就是没有池，然后大家就游这样子。那后来你看我们的科技也越来越进步，包括这些 touch 板，是，对啊，然后还有跳水台的配备，把整个游泳的运动整个提升起来。好，科技也会带起我们整个运动项目的提升。没错。运博杯这全国分龄的这种锦标赛，对这些业余的游泳爱好，应该也是算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比赛。而且这个成绩很高，没错，因为我们又有线上的播报，孩子们其实可以看到自己的动作、自己游的方式，那可以参考这些好的选手。所以这些这些影片我们可以自己看到自己游泳啊。我们早期一点的选手，像对啊，高选手是，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游得这么奇怪。但是不会，其实这次高建顺教练也是我们在运博杯的代言人之一。对对对，还背板可以看到他站到第一位，高高帅帅的。因为早期我们只能透过教练用口语表达的方式知道我们自己错在哪里，那不见得跟你想的是一样的。那现在有这么多好的科技，加上台湾这种3C产品设计的那么好，我们靠自己看到的，其实会比较快，容易理解我们自己的错误在哪里。所以其实参赛除了鼓励他，然后他还可以自己看到，我自己在 YouTube 上面有，对孩子也是来讲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活动，对，他可以分享给他的同学看。的确，刚刚我们也看到，就是包括前面如果分组有那种明显的差距，那游在分组第一，基本上就是可以成为就是镜头的焦点。是啊，是啊，没错，他可以很骄傲，每一组都会有前3名嘛。那其实我自己的小孩啦，我会问他说：“那你玩得开心吗？”就以开心，他只要玩得开心，没有第一名也没有关系。他也许在看到影片之后，他觉得其实我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那我下次要更好。那有这个运博杯这个机会，持续性的比赛，我多一点机会。那真的对小孩子或者对我们成人都很好。好了，我们可以看到下一组的比赛现在要开始进行了，水道已经修复完整。哇，是非常感谢刚刚现场的工作同仁。现在是下一组，一样还是100公尺蛙式的项目，只是来到了男子11到12岁的级别，也就是国小的大概高年级。对，6年级到国1的7年级的阶段了。这组竞争就激烈啊！看每个水道都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队，这个竞争非常的刺激，而且最快秒数有人报到1分35秒，相对就是前一组冠军的秒数。这个项目也是相对目前从上午播到现在比较踊跃的一个组别，总共多达15名选手，分为2组来出赛。现在是我们第2水道亚洲竞演，对，但是都蛮接近。第2势力。22项目前取得领先的是4水道，特别就是要转身的时候要做检查的动作，务必要双手触墙。对，而且双手还不能高低触墙，一定要平行触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现在他们竞争激烈哦，现在1到3名呢，现在第4名的是我们的第8水道定内国小的卢廷恩紧追在后，对，对，那第7水道魏明儒2势力，哇，大家死命的滑，加油！是，现在暂时领先的是第7道的魏明儒，不过第2、第4道的郑明谦跟李成伟也都有机会。水道的已经最后5公尺了，哇，只能靠 touch 现在看谁第一了。没错，13水道2个1377，哇，最后还是魏明儒快了一点点。恭喜！这组100公尺蛙式可以说是最竞争激烈，前4名
哇，差距不到1秒半，对啊，1分43秒21是魏明儒游出来的成绩。那第2名的则是郑宁谦，比李成维稍微快了0.29秒左右。紧接第6道的也到了2分07秒01。基隆市中正国民中学。所以我们也有基隆市过来比赛的。对。现在则是第3道的陈慕文也要完成他的这一趟100公尺蛙式，很棒。那接着还是一样是11到12岁男子组的100公尺蛙式项目，这一组则是8道水道全满。这是算是11、12岁级的第2组哦。对。那我们4、5水道还有第8水道就是由我们运博的选手。没错。那也是这一次主办的场地也在青年公园这边，平时就相当熟悉整体的环境。那你会看到第5水道那个上一组的孩子啊，其实还在水道，其实是为了让比赛加速进行，所以就不让他先上岸，就让他先原地，等这一组跳水下去之后，再进行比赛。哇，这一组的速度激烈。哇，的确，现在4、5道，4、5道运博的选手，他们穿着一样的泳衣，穿着一样的泳帽，甚至是不相上下。现在第一个50公尺，双方大概只有1只手臂的距离。现在转身之后，大蛙可以看出有可能追的。差一点点。好，而且他们的100蛙的体力是有办法从头冲到尾的。是。通常蛙式是靠脚的在推进，还是手的抱水也很重要。这个其实这2个都是协调性非常的。蛙式是一个很 tricky 的，而且要靠一个协调，因为我们像其他姿势，你就是手往后面推，人往前进，但是蛙式你会有一个高轴抬起来往下冲的力量，对，所以它其实快要最后5公尺喽，对 ，touch， 第5道的陈思仁应该差0.几秒而已，对，比他的队友游成阳还稍微好一些，而且你看选手们拼尽了全力，真的是他们2个兄弟之争哦，大概只差0.2左右。1分25秒37是陈思仁的成绩，那游成阳则是1分25秒59。那选手从开赛到最后都是在这一组前2名的佼佼者。那接着还是另一位来自运博 TISA 的选手边浩翔，在第8泳道也完赛，那就代表11到12岁级的100公尺蛙式告一个段落。接着是13到14岁级，同样是100公尺蛙式的项目。好，出发了。我们从大蛙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其实优先的和比较落后的，你大蛙其实跳水出发做得好，其实就已经领先1个人了。这个叫做钱品成，还有大蛙。的确，现在很快的就扩大了他的领先优势。那这一组别则是从第2道到第6道，总共有5位选手。你看这个它的前进的效率跟那个距离是非常远的哦。再看一次它的大蛙，先有一个叠脚，再马上上来1、2，那频率都做得非常稳定。尤其到13、14岁这个级别，应该练游泳大概都有3、5年左右的经验吧，或者是说，通常选手大概几岁就会开始接触这种？小3。目前是真的有提早的状况，那真的有在训练的话是小学3年级。那因为现在有规定小学不可以有体育班嘛，是，所以他们也是比较像那种私人小校队这样子，放学后自己去训练啦。对，好，到墙了。的确，刚刚钱品成一马当先了，还是维持他从头到尾的领先优势。
随后黄天义也完成了这一趟100公尺的蛙式，成为分组第2。后续还有包括第3道的高崇祥以及第2道的张景祥，都是来自于不同的俱乐部。那紧接着下一组马上又衔接上来是15到17岁级男子组的100公尺蛙式。大概也就是高中的年纪，基本上到这个年纪还有在这样固定比赛，大概就是走竞技游泳的路线了嘛。是，高中的话就已经就是他是最专业的时刻，就是算是他体能的一个黄金时期哦。是，对啊。那这时候就是要拼全中运了，然后或是全运会。对，对。看到是第7道的黄瑞坤，明显的是领先其他对手，率先进入到最后的50公尺。黄瑞坤回头看了一下他对手，复兴工商哦，很厉害。对啊，是商工，复兴商工，非常厉害。6到234，目前还是蛮竞争的哈。对，还是一样是黄瑞生处于领先的位置。那看得出其他2到4名之争则是相对接近，分别是卡拉蒂跟15名竞泳，还有台北市的大同国小。是，那最后是黄瑞生拿到了分组第1，那第2名则是在第5水道的李佑成，来自于树林竞泳的俱乐部。1分17秒19是黄瑞生缴出的成绩，比他自己报名时的1分18秒还快了1点，但是大概就是个人的最佳表现左右。很不简单。是。那像请问高教练，以您身为就是游泳选手的经验的话，就是你们每游一趟这种正式的比赛都会记录成绩吗？是。那就是反正下场前就是希望可以突破自我。对，没错。还是说会有设定什么可能短中长期的目标？哦，当然，如果比如说赛事比较多的话，也是会以大小赛事去帮自己做调整。有时候小赛事来做热身，做自我的测验；大赛的时候准备好再一次的把它爆发上来。是，因为他有时候训练期、调整期不一定一样。对，所以他可能这个时候100蛙式有人蝶式哇，但是这个不是自由式的项目，这没有违规吗？哦，他这个应该是弃权。因为前面看到自由式是有什么姿势都不会限制，这是现在是蛙式的比赛。这是第。还是陈聪一哇，对，前面有看到他在自由式就是游完200蝶，那他现在到蛙式，即使违规还是继续练他的蝶式。对，因为陈聪一这个选手我认识他，他是辅大的一个非常很好的好手哦。那学生他努力的在准备备赛，所以这次他希望给自己做一个测验，做调整。就完全是把蝶式来当做，就是如同刚刚教练提到，可以当自己来为后续的赛事做准备。是因为他之前是辅大蝶王仰视王，他是乙组的冠军跟纪录保持人陈忠一，他这是参加卡拉蒂竞泳。对。那我们现在第1名的领先的应该是在第7水道，亚洲竞泳第6水道，抱歉，欧淑峰。对，那是有记录成绩，应该是他最好。对，毕竟他才是正规的游完100公尺的蛙式。那第3水道则是张佑全，一样完赛。亚洲竞泳厉害。第5水。第30下35岁至4岁级男子组100公尺蛙式。那现在看到第7水道的罗廷俊还在努力的朝终点迈进。是。所以刚刚陈忠义有了1分02，然后我们亚洲竞泳的选手1分15秒。是。但是当然，因为刚刚提到他是用蝶式游，肯定比较快。那不计入正式的比赛成绩，但是至少对他个人而言还是有着一个验收的效果。是。接着是下一组别。来到是壮年的一个阶段，35到44岁级的100公尺蛙式。
这次来到也是那个我们卡拉地银桥国小鲨鱼队跟亚洲竞泳，哇，7位选手当中，超过一半都是来自亚洲竞泳，分别是4到7水道的选手们。所以通常就是像这种赛事紧凑，如同像徐老师你们刚刚提到，就是前一组游完还是在水里等，那等下一组跳水，这应该对你们来讲是见怪不怪。对，很正常的，尤其是在国际赛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要比完预赛，然后接着还有决赛，所以这个他时间要抓得比较紧一点。是。那现在第1名的是目前领先，是我们亚洲竞泳陈吕贤第6水道。陈吕贤也是常加亚洲竞泳这个我们的各大成人赛事蛮常出现的好手。其实这次亚洲竞泳报名的人数非常多，80几位哦，这是算是成人泳赛的一个常客，也是算常胜军的一个队伍，非常优秀。目前有第6水道，那他们的总教练明天下午也会来转播室为大家转播。然后紧接在后面也有清水跟卡拉地泳队，还有银桥国小鲨鱼队杨洪哲。像他这个滑行就很好，你看很省力哦，就是他不用太费力，频率不需要太快，这样子。成人的那个游泳的话，其实节奏啊、效率是蛮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体力没有像年轻人这么好。对。所以每一下如果滑得越省力哦，就是赢家了。的确是顺利的完成了这场比赛，陈吕贤一路领先到中场，恭喜他。刚才看到隔壁道的吴俊义也已经完赛，那邱耀龙应该是分组第3没有问题，在第8泳道的出手。对，第7水道吴俊义抵达1分41秒。那分组第2的一样是来自亚洲竞泳的郑文杰，那现在另一位亚洲竞泳的代表选手蔡明燕，也抵达第4水道拿到第4名。第8道邱耀龙现在抵达终点，那其他的选手们也依序的完赛。代表35到44岁的男子100公尺蛙式这边告一个段落之后，下一组又是要年龄继续往上的提升，来到45岁至54岁的级别，但是这一组就只有分为2组来出赛，总共有11名的选手报名。这个第4水道张君晃亚洲竞泳，他这几年进步很多，在那个江仲琪教练指导下。邱天志第5水道亚洲竞泳，第3水道是清水救生。对，不过他是选择从水里出发，有使用跳台。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4水道张君晃，他的那个划水效率非常好，而他在这几年短短的2、3年内进步了，好像有7、8秒。是。就是这个姿势的调整，让他这个划水效率的提升很多。要不然，其实早期我看他在游的时候蛮费力的，然后他的频率也偏快，比较耗体力。但你现在看他这个蛮平稳的100蛙，这个就很顺，对，非常 smooth。所以这种进步是真的透过一些细节调整，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的。对。他已经算是素人的半职业的感觉了，觉得也算是很厉害。的确，对。如果老师提到刚刚说进步到8秒，真的是蛮明显的一个真的提升，非常不容易。那么张君浩还是稳定的维持领先。那当然，因为这个组别是多达11位选手，所以他的分组第1的话，还是要等下一组其他8位选手成绩才能来做排序。没错。好，首先抵达张君晃，1分26秒08。看起来第5道的邱天志应该是要拿到这一组的第2名，同样是来自亚洲竞泳的选手，和张君晃一样。
1分50秒34。看到邱政伟照着自己的节奏，还是逐渐的朝终点来游，很棒。这100公尺的距离，其实真的，如果以我们一般素人来说的话，就是游起来也是非常长的距离。我自己游100公尺都还会担心。那你这一次也是有报名一项100公尺哦？对，明天100公尺蝶式，请大家看我那个，不要笑出来哦。的确，看我表演50字跟50蝶以外，还有包括刚刚接力也是游50公尺。那明天希望100公尺蝶式也能顺利的拿出一个好成绩。对，现在下一组，哇，这是8个水道都有。哦，现在裁判重新再叫一次预备。的确。哇，那这一组在1到5水道全部都是算是地主队啊，惊人哦！没错，平常也是在运博这个场馆当中来做训练。哇，这次第6水道台大医院也有派出选手，棒。那现在是45到54岁的级别，和前一组的3位选手一样。哇，首先冲出来的这个是第4水道的欧阳世鹏吗？哦，不对，这是第5道的王汉邦。王汉邦，哇，很快耶。的确，当然现在也看到裁判还是陆续来确认选手双手触墙之后的转身，最后50公尺。爆发力很好，后续也蛮有力的。就当然选手就是报自己，就是算在报名那个距离前就自己会先预想好，大概要怎么样的配速，还是平常练习本来就是也朝这个不同距离来做准备。都会啊，其实像看王汉邦，他前面很有力，过了75之后，他开始明显体力下降很多。是，因为他现在前面的频率抓得太快。哦。那当然，他的抓水效率是不错的，所以后面可能频率太快，让他耗费比较多体力。是，他首先抵达了。就我刚刚率先触墙的第5水道，没错，王汉邦。那一路领先到中场，即使后面可能频率稍微降一点，但是不影响他的分组第1。那现在第2道的宋子杰也完赛，还在等另一位海燕维京人的队友蔡清培。1分24秒88是王汉邦游出来的成绩。8位选手也全部都抵达了终点，都游在2分钟之内。杨绛文最后一位周宗正选手。那现在则是看到的是55岁以上级别，同样还是男子组的100公尺蛙式项目。这边则是只有一组8位选手全部满额的情况。我看起来第2泳道应该是没有来到现场。这个是亚洲竞泳，张华德，的确看起来还是亚洲竞泳的代表团，的确在这个中高龄的壮年组别，他们还是有相当的实力。第6道则是外国的选手 Polo Conconi， 是在他隔壁道的第6水道。不过张华德选手建立的领先优势，大概有5到10公尺的一个范围。张华德选手也是我们的常胜军哦，他是成人游泳比赛的一个常客，算是很厉害的资深前辈哦。是。所以比这种就分龄赛，应该他都是没有问题。没错，看起来10拿9稳，又要抱回另一面奖杯。紧接后面的很多位选手也是都很厉害，像亚洲竞泳，
金水，像海燕维京人跟勇将魂的选手陈善伦，也都是固中好手。是，那拿到分组第2则是外国的好手 Paolo Conconi， 分组第2，1分35秒85是他的成绩。那刚刚第1名的张华德则是1分26秒87，哇，差距拉很大啊，没错，将近9秒。现在也看到还有选手准备要来完成这一场比赛，傅文正在第8甬道清水救生队的一员，非常不简单。那所有出赛的7位选手，还有1位还没抵达，就是在第1道的王万路。来处理一下，来上面处理一下，有人在吵架，在说我们摄影师。看起来是所有选手都已经完成了比赛，因此下一组照表定是要迎来女子组的赛事。旁边还有在画面上看到，在第1道的王万路选手，是要朝终点来前进。那当然，现场观众还是会一起来跟他完成这场比赛。至少如果能够完赛，就是一种肯定。没错，成人的比赛其实呢，在成绩上并不是那么重要。其实我们是要求一个让大家可以运动长远、健康的目标。所以，如果你年纪越大，能够来参与这比赛，其实都是荣耀。的确，对，因为像世锦赛啊，或是世壮运啊，就是很多年纪大的。到90几岁啊都能参赛，甚至破100岁的也有。的确，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真的，因为我们毕竟除了工作以外，运动还有很多家庭的责任，那能够抽出时间帮自己的身体做保养，这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的年长者啊，一起来参与这个游泳的运动，因为它是最没有伤害的，没有运动伤害。的确，那对于一些可能其他职业运动，包括在复健或者是在进行完激烈运动的修复，游泳也是相对友善的一个选择。没错。恭喜我们低水道的王万路选手抵达终点。对，55岁以上的级别也是在100公尺蛙式年龄最长的一个分组。那完成所有赛事之后，要换女子组的赛事，而且是8岁以下以及9到10岁的这2个组别并在一起。因为只有2位选手是不满8岁，分别在第2道的蔡佩欣，还有第3道的林晨云，非常厉害。林晨云稍早也已经进行过200公尺的自由式，现在又来比100公尺蛙式，哇，真的很优秀，小选手。那其他像第4水道24力跟45水道24力跟第6水道暖溪、第7水道的戏子国民运动中心跟第8水道的内定国小游泳队，各位选手加油！现在看到第3水道大同国小的非常厉害哦，一出去就一马当先了，而且他是8岁以下的小朋友。对，我的天哪， 4到8道甚至是比他还年长1-2岁的大姐姐。但是看到林晨云小朋友真的是实力特别的出众。你看他这转身，他那个划水效率真的很好，8岁可以游成这样，真不简单。让那个抱水，你看动作很标准，踢脚、节奏、夹脚那样。所以像他刚刚才比完200公尺自由式，到现在大概休不到2个小时时间。那以这种小朋友来讲，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就是调整吗？还是说反正就到真的今天的比赛都结束再说？对啊，他们的小朋友很厉害，像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一天一个比赛报个8项都很正常。那真的就是从早比到晚，真的，每隔1项2项你要再跳下去。哇，首先抵达了，是第4水道。哇，陈云还是一样游出了比他是王玉堂，
第4水道。哦，是第4道的王宇堂先到，1分37秒58，跟他报名的1分35秒相差不多。那第6道的李杰飞则是游出分组第2。6道的江以文同样也是9到10岁级，那和王宇堂一样，都是来自2市立。我刚第3水道其实是1分55秒，哦，8岁的小朋友是，所以第4道的2市立游得非常好哦，这个王宇堂小朋友未来可期哦。现在其他道的选手们也陆续要完赛。第2水道蔡佩欣，恭喜他完赛了。第7水道的张怡珊也刚刚看到他的成绩也出炉，就代表这一组是告了一个段落之后，接着是全部都9到10岁级的选手们。因为刚刚是9到10岁级的选手比较多，所以是跟2位8岁以下的小朋友一起来并组。那现在则是全部都是9到10岁的100公尺蛙式。那当然，现在又在请教到魏儿教练，就是你平常都是带这种国中小的学生，那就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带队出来比赛，那但是如果你在场边就是看到自己的小朋友在场上的话，大概会是教练的心态会是怎么样，或者赛前会给他们怎么样的设定？赛前的话，当然是先帮每一位小朋友安排好他的目标，跟他协调嘛。你觉得你游得到这个目标吗？好，那你会努力去。那我们当然现在都是以加油鼓励，那提醒他的缺点哪里没有做好。那起来的话，成绩有达到，来个 high five， 互相鼓励，很棒。那没有达到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检讨哪里做不好，对，让他会想要继续尝试。像现在这前面这2位选手，一看就知道非常有经验的选手。他下水之前，他就已经知道我的目标设定是在几分几秒，那我就是每一下做好每一个部分跟环节，把它做好。对，第4道的黄玉慈，目前场上看起来他应该也是要游出分组第1耶，他缴出来的报名成绩也是这所有选手当中最快的，1分26秒。是，看一下有没有达到他的成绩，1分26秒呢？代表的是奇幻小魔女。那至于第5道的李尼恩，则是分组第2，来自树林竞泳俱乐部的选手。那镜头这2位应该也是同队的，因为他们泳帽都是一样的。第2、第3一样都是树林竞泳的选手们。那刚刚看到第4道的黄宇慈，1分26秒42，跟他的报名成绩相差不多。李尼恩也是只慢自己的报名成绩一点点，游出了1分30秒96，应该是有达到他的标准啦。是，对啊，因为他后面年龄可能是教练帮他写的一个成绩。选手们也是依序的都抵达了终点。赛事节奏也相当的紧凑，随后会是11跟12岁级的女子组100公尺蛙式要登场，总共分为2个组别。那在第1组总共只有3位选手，分别是第3道的魏诗妮、第4道何信瑶跟第5道的李奇珍。因为青年少泳，所以第3道的青年少泳应该就是在这个池子练习的哈。好，我们看他穿紫色的泳装，搭配紫色帽子，连搭配也很有整体感。是，女生比较会注重这种小细节。所以就是从小朋友可能或多或少会在意这些。会啊，他可能游泳很好，对美术天分也很有兴趣，很有研究。的确。而且他可能知道自己会是镜头的焦点，有没有？没错，游出分组第1这一个。哇，好，等一下大概就要看他一枝独秀，率先的触墙转身，划个大蛙，超过5公尺，又少有5公尺，很好。
所以这样以教练的观点，可能就是满意的，至少有达到一些基本的。对，因为像转身啊这些小技巧，都可以。你看我的转身如果做得好，再加个大蛙，因为我刚才看有些比较小的孩子，他没有做大蛙，他起来就要开始拼命游了。是哦，那你看他做个大蛙，他身体休息一下，速度又很快。那我们当然是利用规则，然后把自己创造一个最好的成绩。所以第3道这个魏诗妮，确实是已经拉开了他跟何信尧的差距。青年少勇刚刚是1分26秒嘛，上一组他游出1分33秒38，对，不错。那再来是何信尧，文林国小。那紧接着最后一位来到终点的，则会是第5道的李奇珍，江翠少勇，是离这次的举办场地青年运动公园也不算太远。好，下一组的选手已经就位了，也是11、12岁级的第2组。这一组别则是从第2道到第7道，共有6位的选手来参赛。这一组照报名成绩来看，最快的有可能会是第4道的李佑成，他当时报名是1分25秒钟。目前在比赛前段，他暂时也是处于领先的地位，所以这个报名成绩通常也是有参考价值，就是大概真的是会有的。基本上有2种啊，教练在报名的时候，有时候会希望。他旁边的选手是可以激励选手，所以会希望就是报到他最好的真实成绩嘛。好，那他就是让旁边的选手一起激励他，一起竞争，让把他自己逼到一个最好的成绩。那水道的话，我们是按照成绩排的，所以像现在李佑成1分25秒，对，他就是会在中间就中间最快的水道，从第4水道开始排。确实，他这很明显遥遥领先。对，从一开始就是处于领先，现在越拉越开，看看能不能够比自己报名的1分25秒更快。好，准备 touch 触墙，转头看一下成绩。至于这一组第2的，应该是第5泳道的黄新宇。这些水道成绩出来1分24秒78，哇，真的几乎跟报名成绩差不多，略快一些。那第3道的陈欣彤则是这一组的第2名，大概慢了第1名的李佑成将近9秒钟的时间。那现在是另外要来到13、14岁级别的女子组100公尺蛙式。就只有1组，对，只有这一组而已。还是一样6位的选手，第2到第7泳道。好，这就国中了，已经是国中的女生了。那国中女生其实比较早发育啊，所以你看，其实这个身高不见得会低于男生，比男生还矮，有没有？我们现在领先的前面2位选手。很接近哦，在 touch 的时候转身。前50公尺是不相上下，现在决战后半段的比赛。大蛙也是，都是很优秀的选手。大蛙滑完也是差不多，这还蛮有看头的，要拼哦。现在最后25公尺了，竞争还是相当的激烈，大概就是一个滑手就有可能扭转战局哦。现在看看暂时领先是第3道的陈品云，第4道的林千玉，看有没有机会。品云把速率加快了，对，稍微最后冲刺他的胜机 touch。那这是第4道林千玉获胜。那王延新在第5泳道，同样来自优乐的游泳学校，同一个游泳学校，应该差不到1秒，差不多0.5秒左右差距。
刚刚才是陈品云在第3道，那的确1分19秒88是林千玉游出来的成绩，王妍希则是慢一点点，1分21秒62，可能在 touch 的时候稍微慢一点了。是，对，因为刚才在影片上面我们看其实没有差很远，对啊，所以每一个关键都是一个小细节。好，再来第6道的军配也到了，是卡拉蒂的选手。那紧接着又是要来到更高级别，分别是有包括15、17岁、18到24岁，还有25到34岁3个不同年龄段，全部并在这一组比赛。所以3、4水道是15到17，第5水道18到24，第6、7水道就是25到34级的选手，这一组差了要20岁。涵盖高中生、大学生，还有这些出社会的人士，包括这一次也是赛事代言人之一的郑旭芳。可惜我们现在高教练不在现场，不然他们其实一起拍了这一届运博杯的宣传影片、海报影片。是，所以我们的影片代言人在第6水道是25到34的选手。是。那因为对前面有高中生啊，所以比较起来会成绩差比较远一点。毕竟高中生他们是校队，成绩是有要求的。那大人的话就是自主，对，大人的话游不好，爸爸妈妈不会再逼你了。现在大家都是志在参加，有就是这个动机才会来报名参赛。对，要不然医生都会说你要多运动。是。的确看得出，还是在比较中间甬道的选手，的确实力是更加的突出。看到第5道的辅大周瑞瑜，是3、4水道，对，都是赖佩萱跟第3道的陈巧希都是高中的年纪，15、17岁的选手。我们的代言人上镜头了。是，这是超早比完200公尺自由式，现在又比100公尺蛙。25到34岁级。这次他报了3个个人单项，剩下明天要进行的200混还没有登场。那现在还在等待这一组的最后一位选手来完赛。这是第5水道。18到24岁，对，周瑞大的学生。那我们下一组的话，其实就是介于35到44岁级的选手。然后周瑞也顺利的完赛之后，这个3个不同级别并在一起的这一组100公尺蛙式也告一个段落。稍后则是来到比较中年阶段的35到44岁级别，有5位选手来出赛。也跨了10岁啦，35岁到44岁。那但就是好奇请教教练，如果到这个年龄段还来比赛的选手，会很在意自己跟其他人比较啊，还是说还是其实看自己绝对的那个数字就好了？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其实因为女性在35到44岁之间，大部分会卡在一个她有小孩要教育，这大部分应该男生也是，可是女生可能在这个阶段要经历生产，比较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有办法出来比赛的女性，她都是很自律的，因为她又要生产，她等于说你生产的时候整个运动量要调整，然后你生产完之后整个运动量还有加上小孩子进来，你要哺乳，你要照顾，整个都不一样。其实像我自己本身就是我生2个，我就是重新打掉重练2次，每次重练其实心里是很艰辛的。所以我对于这个阶段30到40、50岁的女性，我都
给予至上的敬意，辛苦了妈妈们。的确，我们看到第4道的吴奎义是表现相对突出的一位。那奎义也有参加我们今年世锦赛新加坡世锦赛的选手，也是很认真的吴奎义选手，海燕为惊人。那当然讲到新加坡世锦赛，哇，那魏教练当然也是带出名堂，我们这接近100岁的人瑞，对我们奶奶的我有一个选手，对，叫唐纯瑶奶奶，她前天刚满98岁的生日，对，县长还有送她一个蛋糕。她这次就是参加了新加坡的世锦赛，拿了5面成人组的金牌，还创了2个世界纪录，用我们 Chinese Taipei 的名义创了世锦赛的世界纪录。终于有我们的世界纪录的选手在他们的世锦赛纪录上了，我们都很为奶奶开心。哇，真的也是大丰收，而且特别是到这么高龄还能够来稳定的出赛，真的更加的难能可贵。那现在是来到45岁跟到54岁，还55岁以上的级别并在一起来进行的这场100公尺蛙式。对，所以1到6道就是45到54岁，只有7、8水道是55岁以上级的。不过55岁及第8水道的谢美竹选手也不遑多让哦。是，看起来在前30公尺他是暂时居于首位。不过当然第2道的林秀芬也逐渐拉了上来，不过当然100公尺还要考验后半段的续航力。对，所以我们继续看一下。那其实我刚刚唐奶奶，她也是100蛙的世锦赛的世界纪录保持人。对，其实因为像这么高年纪的长者坐飞机也是一个考量啊，所以他们出赛，第一个我们很为他开心，可是我们也很紧张，因为他走到比赛的地方，然后还有比赛，他分男馆跟女馆，那因为他的儿子就不能进去什么的，所以都是靠 Chinese Taipei 我们的队友帮忙，所以我们的团队也是很强的，才有办法协助奶奶拿了这5面世界金牌。那像您身为教练的话，你平常大概对于这种高龄的参赛选手扮演的角色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其实奶奶她自己啊，因为她也游一辈子了，所以其实就是帮她安排赛程。比赛1天1项嘛，不要让她太累。是。然后有人照顾她，帮她载到比赛场地，然后跟她说协调，大部分 OK。好，第3水道。黄诗秀还是快了一些，比陈欣玉的1分57秒18 0.07而已啊。没错，竞争也是相当的激烈。3、4水道都是45到54岁级，黄诗秀跟陈欣玉选手0.5、0.07，一眨眼。好，那在这边。上午目前的赛事也逐渐要告一个段落，在200公尺的自由式跟100公尺蛙式项目进行到这里之后，我们上半段的转播会先在这边稍微做一下休息。对，我们休息一下，下午还有更多精彩的游泳比赛。